还有谁？蝶梦庄周庄梦蝶，前是特种兵出身的虾仁，下雨天执行任务遭受雷劈，穿越成将门罪臣之后，他爹兰陵侯以10万将士战死沙场，他娘听闻噩耗，生下他之后撒手人寰，侯府被查封，此后拜师深山之中，隐居15年，恰逢天下大赦，学成下山寻找指腹为婚的镇远侯家千金，无奈被拒之门外，在女多男少的大周，他却成了京城百姓口中的癞蛤蟆。此后变卖家产情商，血本无归，沦为整个南城区的笑料，终日借酒浇愁。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京城才子3000，不是附庸风雅，就是烂酒鬼，国家危矣。此人倒有几分自知之明，不敢回应公子。他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可惜游手好闲。若我朝年轻一辈都如他这般，便无药可救了。已经过了整整7日，纵观京城文坛，竟无人能对出下联。毕竟连出题者本人都对不出来。三光日月星，这是一道千古绝对吧？我也对不出来，因为连语里有个3字，下联就不能重复了。三光之后偏偏又只有3个字，无论如何，下联跟对的字数不是多于3字，就是少于3字。这有何难？四诗风雅颂。一派胡言，这风雅颂不过是3字，何来4诗？这才是绝妙好对，诗经里的雅还分大雅和小雅，正对4诗。请阁下留步，在下林端，阁下高才如何称呼？市井酒徒，何足挂齿？只是刚才看到你异常难过的样子，于心不忍而已。原来阁下才是一片好心，是我冒犯了。是在下错怪阁下了。眼下秋风萧瑟，这里数百才子佳人触景伤情，唯独阁下潇洒饮酒，与众不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白衣沽酒，卓氏家公子。外面吟诗的是哪位才子？陛下，公主殿下正与那人交谈。他很有眼光。阁下生性豁达，见识非凡，可是京城人士。算是，我在这附近住了也有2年了。正巧，我来这里找一个人，故人兰陵侯之子，虾家的虾仁。阁下可知道此人？知道。此人不学无术，不遵礼法，不思进取，人尽皆知。但我又不得不去见他一面，我希望能听听阁下对他的看法。不光如此，此子还暴虐成性，色胆包天，无恶不作。你确定要去见他？暴虐成性，色胆包天，我有必须见他的理由。什么理由？受人之托，阁下可否同行？若有阁下相助，或许能点化那虾人。行。阁下是从何人？说不得。是那位说不得大师。不是说不得，是说不得。那请问阁下名讳？谁呀？雪儿，是我。哥哥回来啦。这2位是客人吗？这里是你家，你就是虾人，为何骗我？别人骗你，你信以为真；我骗你，你怎么就生气呢？你和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是正主，应该直接向我坦白。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这人通情达理得很？你说的有几分道理，进来吧。等等，她是你妹妹？我叫江福雪，今年10岁。姓江。林公子找我何事？是镇远侯府千金的朋友托我来看看你。你是南宫宁朋友的朋友，来通知我退婚。算是吧。算是。到底是还是不是？我只是受人之托来转告你，做不了主。你也知道，你们是指腹为婚，大周臣民向来重视契约，他家想要退婚，希望你能同意。哥哥，天涯何处无芳草，虾公子不必太过伤心。况且，我同意了。你就这么同意退婚，不觉得屈辱吗？现在的虾仁处于人生最低谷，镇远侯府无疑是他最后能抱的大腿。面对女方退婚，居然就这么痛快答应了。等等，你反悔了。再有劳阁下替我转告南宫宁，我谢他不嫁之恩，今后2家再无瓜葛。南宫宁可是名满京城的大才女，你当真舍得？好男儿志在四方。那你今后有何打算？说不得。又是同样的回答，让他无所适从。
自己似乎唐突了，在他面前落了下风。今日不宜久留，改日我再登门造访。阿婆怎么不在？他口中的阿婆是江福雪家里的仆人，对江福雪忠心耿耿。2年前，二人逃亡，被虾人所救。哥哥，阿婆刚才出门了。那今天哥哥来做饭吧，吃点好的，庆祝圆满退婚，往后一定振作起来。哥哥最好啦。殿下，此人对您有戒心。他的确非同寻常，只是本宫先入为主错怪他，而且来传达的是退婚的消息，给了他不太好的印象。那个叫福雪的小姑娘举止优雅，看他们兄妹情深，可见此人并不是目中无人，暴虐成性。不过总算是有意外之喜，那虾人只怕做梦都想不到，其实他还背着另一门亲事，但本宫来找他，也不全是因为这2门亲事，而是为了他这个兰陵侯之子。先去找秦雪姐姐。穆秦雪是定国后府千金，京城第一奇女子，和虾家指腹为婚的镇远侯府，在国字号的定国后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现任定国侯可是本国的车骑大将军，而这位林端真实身份可是大周女帝的胞妹二公主段云秀。少女素手拨琴，心无旁骛，似一朵青莲绽放于浊世。听其琴，悠扬婉转，如沁人心脾的花香，似温润喉舌的清泉，令人心旷神怡。观其人，冰肌玉骨，温柔的眉宇间却透着几分阴气。他也不喜欢这种风气，故而以情交心，以诗会友，安抚众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别出心裁，何等绝妙！端木公子文采斐然。靠你个端木云城，本宫记住你了。哼，能得秦雪称赞，不胜荣幸。小姐，有贵客来访。在下失陪一下。听说穆姑娘还未娶人，端木公子跟她，当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是否郎情妾意，得看秦雪的意思了。端木公子，刚才那一句诗你是从何学来？是我下午在湖边有感而发，又在这里复述一遍，见笑了。幸好当时在场人少，若我说是自己拼来的，那不打脸了吗？这一句意犹未尽，显然并不完整。端木公子可否现场指教，下阙何在？这不是刚乘船赶来参加秦雪你筹办的诗会吗？诗词创作需要灵感，待我回去深思熟虑，完善全诗，也不负此行。好，天色已晚，今日诗会到此结束，感谢诸位捧场。诗会的结束比往常早了1个时辰，众人有些意外。一定是秦雪姑娘不忍心打扰端木公子，毕竟这可能是一首传世名诗即将现世，相比之下，一场诗会微不足道。幸亏有云秀妹妹提醒，我看出来了，这一句诗的确不是端木云城那种庸才能做出来的。秦雪姐姐，我去看了那个虾人，他当真如坊间传闻那般不堪吗？我只是好奇，你爷爷为何突然从边疆送信来，指定要把你许配给他？当年是他们虾家保全了我们穆家，我爷爷听说虾府还有他这么个独苗，就决定了，倘若宁宁与他退婚，便要将我许配给他。可我爹娘死活不同意，所以此事暂时秘不外传，但以我爷爷的性子来看，等他回京，一定会促成此事。哼，你也说了，南宫宁是铁了心要门当户对，不可能看得上他一个罪臣之子。那你对那虾人有何看法？我一向反对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我既然生于穆家，享尽荣华富贵，自然需要承担作为子女的责任。就算我不嫁给他，我爹娘也一定会让我跟其他世家联姻。横竖世嫁不如报恩，不是吗？我已想好了，他若能上进，我便做他的贤内助也好；他若就此沉沦，一罪不行，便让他做我穆家的上门女婿，我护他一世也罢。云秀妹妹，你去看了虾人，他人怎样？废了没有？端木云城刚才吟诵的那一句，其实是出自虾人之口，当时我就在湖边。是他？要证明此事也不难，我明天就去找他，让他补全下阙。好办法。不光如此，他还对出了连你这个出题人自己都对不出来的三光日月星给出下联：四诗风雅颂。四诗风雅颂，天底下又有几人能如此变通，另辟蹊径？他的智慧胜这些所谓的京城才子千万倍，只是一时困顿而已。由此可见，他是深藏不露，傲骨嶙峋。常言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云秀妹妹，也许他作为罪臣之后，只是缺一个契机，给他报效国家的机会。此事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我需与黄姐商议一下，眼下人才紧缺，
想来黄姐也不可能坐视不理，只是她未必能过得了我黄姐那一关，毕竟你也清楚我黄姐是什么脾气。还是云秀妹妹懂我。倘若她真的是什么命世之才，是之骑士，晴雪姐姐，那老娘更不能放过她。你现在哪像个大家闺秀，分明是个准备抢压塞夫人的山大王。人家如今可是京城第一才女，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哦。云秀妹妹在外面可要注意点儿。是你要注意点儿吧？谁能想到我们的穆大才女剑术绝伦，不但能捉鬼，还是天下第一9豪。除了我的亲人，也就只有你和陛下知道我会武功。当时缘起于一场12名训练有素的刺客败局，却在穆晴雪的剑下无一生还。晴雪姐姐也认为她一定是个傲骨嶙峋的人，倘若她过早发现你的真面目，却冰清玉洁，誓死不从，该当如何？我爷爷定的亲事与他何干？轮得到他来反对？哼，他已经是我的人喽。对了，云秀妹妹，你宫里可有上好的皮鞭？送我几条，将来他若敢不从了我一定抽得他嗷嗷叫。好呀好呀，但依我之见，仅凭皮鞭未必能驯服这匹烈马，我宫里还有上好的红蜡烛，到时候也送你几箱。他若敢不从，就每天给他来一场蜡疗，怎么样？要在。莫非有人在惦记我？难道是林端？一看就没安好心。如今家里的钱所剩无几，在这寸土寸金的京城，不足以作为本钱。况且这些钱是家里最后的生活保障，不能轻动。这林端大富大贵，还算通情达理，不如把他骗过来。夜深人静，段云秀终于回到自己的西宫别院。姐姐，大周历经3代，如今只剩姐妹俩相依为命，举步维艰。看你今天这么开心，可见此行大有收获。我在定国侯府和晴雪姐姐讨论以后，怎么对待虾仁呢？虾仁的事，让晴雪和定国侯府自行处理就好。姐姐更希望你能谈谈下午吟诗的那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的确是好事。何止这一句，此人还为妹妹我对出了晴雪姐姐出的三光日月星。当真？下联是什么？四诗风雅颂。四诗风雅颂，雅还分大雅和小雅，堪称绝妙。确确实实是四诗，在联语里却只占了3个字。不光如此，我那一身装扮，一看就是富家子弟，他却能坦然对待，不卑不亢。那你又是如何认识他，还让他为你对出下联？段云秀想起虾仁下午以德报怨，俏脸一红。他是看我难过，于心不忍，才能有这般文采和胸襟，又有恻隐之心，兴许能做个为国为民的好官。此人现在何处？你猜呀？猜？虾仁。姐姐总是一点就通。怎么可能呢？那样的人，姐姐，明早我还得去拜访他，再探探他的底细。若他真的有才，希望姐姐能给他一个机会。兰陵侯府满门忠烈，若他有心报国，又有真才实学，倒也可以考虑封他个一官半职。你哥在家吧？哥哥正在他的草屋睡觉。草屋？生活竟然困苦到这种程度了吗？不是，都日上3竿了，他怎么还在睡觉？少爷，他昨夜小酌了几杯。这酒量以后还不得被晴雪姐姐拿捏得死死的。无妨，莫要打扰他休息，我可以等他醒来。小妹妹，兰陵侯府以前好像没有江心的夫人，你也不是你哥哥的表妹吧？当年雪儿和爹娘在来京城的路上被强盗追杀，父母双亡，是哥哥挺身而出，杀败强盗，还收留了无家可归的雪儿。抱歉，提起你的伤心事了。原来他还是个英雄豪杰。我哥哥绝对是当将军的好苗子。当将军的好苗子，他不饱读诗书吗？比起诗书，哥哥他更喜欢武艺和兵法。哦，居然真的会武功呢！此人莫非是文武双全，果然深藏不露。不过凭他那3脚猫的功夫，想必也是被晴雪姐姐拿捏得死死的。他总得象征性反抗几下，才更添几分情趣嘛。那画面一定美极了，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此子似乎文武双全，更有侠骨柔肠，不就是陛下心心念念的国之栋梁？就是有点可怜，让公主盯上了，就算逃到天涯海角都没用，挖地3尺都能把他挖出来。直到53刻，虾仁终于梦醒，他梦见了失败与屈辱的一生，仅存的温情只有江府雪和收养他的师傅。竟然在这里梦见人生的走马灯，这一生怎可颓废消沉，沉湎于梦境？就算只是为了师傅和雪儿，也应该干出一番事业。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这一觉睡了我7、8个时辰，难道是因为喝了那点酒的关系？
看来以后不能喝外面的劣质酒了。如今官方确酒，私人未经允许严禁贩卖，但只是自酿自饮的话，并无不可。林公子几时来的？2个时辰之前。雪儿，你们怎么不叫醒我？哥哥，是林公子他不让我们叫你，说是可以等。想不到林公子如此礼贤下士，虾某佩服。鱼儿上钩了，今天我来找你是为自己，不是为了南宫宁，可否赏脸一起吃个饭？我请客。不胜荣幸。小姐，公子何事？世风日下，竟公然调戏良家妇女，哼！你笑什么？没什么，只是想到了开心的事。哼，其实当日你所对的对联是定国侯府千金，京城第一才女目前选出的。我把你的下联告诉他，他很欣赏你的才华。定国侯府比镇远侯府更加显赫，最近还在招上门女婿，你有没有想法？我师父收养了我10几年，还给了我几千两银子，只为让我报效国家。光要瞎家，我把银子赔光不说，要是再去当赘婿，他还不抽我的筋，扒我的皮。尊师可有名号？自比闲云野鹤，不许我随便向外人提及他的名号。那你以后打算如何发展？经商。经商，做了商人之后，你就很难踏入官场了，如何光宗耀祖？若我有心为官，到时候买个官爵不就好了？闻言，段云秀与随从一愣，洪氏心生不悦，当着公主的面说要买官爵。朝廷是有过卖官鬻爵的情况，那是因为财政告急，不得已而为之。买官从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真的有心报国，就算官位是买来的又怎样？原来如此，做官不一定的靠买官啊。看来你还不清楚，我可是罪臣之后，我夏家还是那些文人最看不起的将门。你认为朝廷那些文官集团会允许我考取功名或者从军？闻言，主仆二人心里的复杂情绪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只有愧疚。原来他是报国无门，才不得不选择另一种途径。大周开国之初，百废待兴，高祖也曾卖官鬻爵。凭你的才华，或许将来能在官场有一席之地。当今圣上虽然是女儿身，可也从谏如流，是个明君。这不重要，我现在只想赚钱。怎么就不重要了？现在连京城都有大批外地来的流民，更别提外面了。你也说了，圣上是贤明之君，那他为何不能安顿好京城所有流民，只能每日施粥？还不是因为国库没钱？的确，这家伙居然能从流民这种事直击要害，说明他是关心国事的。那这跟你经商有什么关系？我明白了，夏公子是希望通过经商致富，将来如有必要反哺国家。真没想到，原来你心怀家国百姓，还惦记流民的事。没想到他忧国忧民，对流民尚且如此，可见对大周爱的深沉。掌柜的，这烧鱼怎么还放了这么多辣子？抱歉抱歉。原来这家伙的眼泪是被辣椒呛出来的。陛下一介女子，却肩负大周万民，日理万机，我等大丈夫又岂能蝇营狗苟？必须将陛下放在心里，为陛下排忧解难，为大周百姓的福祉而奋斗终身。你有如此抱负，外面的人却总是诋毁你。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说得好，你将来必成大器。不过我来找你，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谈国事。昨天你的那一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标新立异，深得我心。这分明是整首诗，我希望你能将它补全。只要你能写出全诗，我愿意出钱买下来。夏公子，你也不希望因为无钱寸步难行而报国无门吧？果然被本宫拿捏了。那么夏公子，写诗的事就拜托了。我知道谈钱有点俗气了，但你的胸怀非比寻常，为了将来能为大周出一份力，一定会答应的吧？知己难求，哪怕只是回报你一餐之德，这事也是有必要为你补全的。不，该出的价我还是会给足的，就看你这全诗的水准如何了。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好诗好字，这一首行草不说冠绝当世，至少也是第一等的水平。这一刻，段云秀只觉得自己不虚此行，不枉这一番苦心。只要你答应今后这首诗不再为别人写，这500两就归你了。何苦呢？你不满意，我可以再加价。我答应你便是，只是一首诗500两，给的太多了。你只管收下，我有预感，他日这首诗万金难求。这笔钱就当是我对你的投资，将来若你能位极人臣，扬名立万，可别忘了今天的临端。既然如此，我把大梦水仙诀这首一并送你吧。这2首诗只为你写一回，不会再给第二人。天古求美，意趣蔼然。这是什么字体？我不曾见过。瘦金体。瘦金体。虾公子，以后如有时间，我还会来拜访。你是哪家子弟？京城好像没有姓林的世家。江南人士，只是来京城做了定国侯府的上宾。定国侯府也是江门世家，和那些看不起你的世家截然不同。我想说的是，以后你若要来找我，就挑夜间来，别让人看到。为何？他不会真的是色胆包天吧？家父生前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你可别因为与我相识而得罪了这些世家，甚至连累自己的家族。原来是担心连累我晓得了。这么说，你是把我当朋友了？这诗这字，可见他的确有才。云秀妹妹，他真的把这2首诗送你，许诺以后不给别人写了。秦雪姐姐一定要好好收藏，明明是我先的。该好好收藏的是你呀。不，这是属于秦雪姐姐的。你把这2首诗带回宫中给陛下看看，兴许陛下一高兴，就封他个一官半职，让他管理诗书什么的。秦雪姐姐，你还要拿着这首秋词去和端木云城对峙呢。我黄姐那边，只要我如实把诗词的内容告诉她足矣。那咱们一人一半，秋词给我，另一首归你了。等诗会开始，我要端木云城原形毕露。好呀。他还有心报国，既然他想经商，那我便以合作的名义，暗中助他一臂之力。就算最后他又是赔得血本无归，我养他一辈子便是。小姐，来宫小姐来访。南宫明，梁萧名义上的未婚妻，让他在院子候着。姐姐，那我先走了。秦雪，虾仁那边可有回复？他已经大大方方答应退婚了。那他可有归还婚书？婚书？对呀，我们2家指腹为婚，后来还有婚书的，你没有让他归还婚书，那他就不是真心答应退婚，早晚还要带着婚书来害我一回。婚书这种东西，还是应该由你或者你爹去取，他总不可能见谁就给吧，还是得我爹去。他既然答应退婚，相信他也不至于食言。希望他不要不识好歹，镇远侯府和定国侯府都不是他招惹得起的。其实他这人很不错的，将来必是人中豪杰。你当真要退婚？我才不稀罕，谁爱嫁给他谁去呗。若是他很有才呢？这种废物还能有才？秦雪，你是听谁说的？考虑到段云秀身份敏感，穆秦雪只能含糊回答。听我一位朋友说的，我相信他的判断。这分明是在害你，你以后可要离这种朋友远点。他的得意远在你我之上，也断然没有害我的理由，你不能以己夺人。秦雪，你一再撮合我和虾仁，难不成是看上了我的云清？云清是我的，他大哥云晨和你更般配，以后咱们姐妹俩一起嫁入端母家，不就是亲上加亲吗？穆秦雪一愣，压下心头升起的无名业火。抱歉，我只听我爷爷的安排。那我姑且相信那虾仁有才吧，他再有才，能胜过这端木家双龙。秦雪，我还是那句话，我和虾仁没有任何可能，谁爱嫁给他谁去。你要是看上那虾仁，你去下嫁他呗。知道了。二人不欢而散。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镇远侯在家吗？我身体不舒服，不在家。倘若我年少开奔驰，那么我的爱情就不会有争执。这字真是虾仁写出来的，千真万确。姐姐若不信，问飞云姐姐。一直守在一旁默不作声的随从飞云，正是负责保护段云秀的女兵副统领，大内高手。陛下，包括那首秋词，的确都是出自虾公子的手笔。
段云一听到飞云连对虾仁的称呼都变了，越发觉得不可思议。姐姐，你就说人家花的这500两值不值吗？就算花5000两也是值的。真的吗？他之所以肯花500两，并不只是出于资助虾仁的原因，还考虑到虾仁心怀家国百姓，将来应该能是个好官，至少不太可能作奸犯科，从而保障这些诗词的价值。但他当时满打满算，那首秋词作为独一份的真迹，价值不会超过500两，即使后来他又发现了虾仁书法水平，其价值也不会超过1000两。再加上这首字体别具一格的《大梦谁先觉》，总价值也不会超过3000两。他的皇姐眼光一向独到，仅只是这一首，居然估价5000两。你不信？姐姐把林端叫来。参见陛下，公主殿下。小林子，皇姐最近新得了一幅墨宝，让你来品鉴一下。陛下，臣从未见过这种字体。那林公公觉得如何？臣愚见笔法追进，意度天成，非可以沉寂求也。将来必定能自成一派。这诗也端的是一首好诗。那林公公认为应该如何估价？字画的价值除了本身水准，还依托于主人。若主人寂寂无名，价值几何？回陛下，白银2000两，必有富豪收藏。待此人100年之后，5000两白银有价无市。不愧是皇姐，真准。小林子，若主人将来名扬四海，成为文坛翘楚，价值几何？回殿下，此人在成名之前就有如此神作，绝对能轰动文坛，白银10000两，必有拥趸。若此人安邦定国，位极人臣，他还健在的时候，其文学成就和政绩都足以在我朝史册独占一篇列传，价值几何？豪掷黄金10000两收购，只赚不赔。黄金10000两，等此人100年之后，价值又能提升多少？陛下，殿下，若如此，待此人100年之后，金钱已经无法衡量其价值，这种真迹应该留作皇家收藏，绝不应该流落民间才对。林公公说的有道理，妹妹，你好好收藏起来。陛下，这幅字究竟是何人所写？臣希望能为陛下好好考察此人，兴许将来大周文坛真能出一位名留千古的巨星。本宫已经在考察了，不劳小林子费心。臣斗胆随行。哎呀，你不许去！公主殿下，臣是真的有心为朝廷再招揽一位人才。本宫当然知道你忠心耿耿，所以就乔装打扮，先用了你的名字去结交他，所以此事本宫全权处理，没你事了。林公公莫急，等皇妹她觉得时机成熟，你也用个化名，再跟她见见正主。臣请临摹此人字体，只是不知如何称呼。瘦金体。瘦金体，倒也贴切。祝殿下早日招揽良才。原来可以这么值钱。妹妹，你把虾仁想得太好了，切记防人之心不可无。知道了，姐姐放心，妹妹我略施小计，就能把他骗过来。骗过来？妹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这人吃软不吃硬，必须诚心诚意，循循善诱，一步步引导他为国效力，也给他光耀下家的机会。这妮子已经被虾仁的才华折服了，万一陷进去可怎么办？车骑将军有心招他做孙女婿，秦雪自然会是他的未婚妻。陛下若是担心公主被此子拐走，不如以后等陛下微服私访的时候，亲自去搞定此子，倒也是个办法。这是什么工具？老夫不曾见过，你要用来干什么？做生意。做什么生意无可奉告，是吗？抱歉，按我们定国侯府的规矩，来路何去向不明的生意统统不做，你去找别家吧。虾公子请留步，虾公子，这生意我们做了。为何又想做了？我看了虾公子的名字，突然想起来，原来你是兰陵侯的后人。我们定国侯一向敬重兰陵侯大以殉国，提供这点方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虾仁想起定国侯府也是将门世家，应该比其他商家可靠一点。每套定制10份，最快多久交货？最快7天，慢的话10天。行。二人当场洽谈，虾仁交付了200两白银，双方立了字据。以后你们记好了，只管接他的订单，不可拒绝。小的明白了，此子是城里出了名的商业鬼才，2年赔了几千两，来找咱们定国侯府做生意，无异于是给咱们送钱。这种器具他要拿来做什么？小姐，小的也看不懂，随他折腾吧，老娘有的是钱。哥哥今后有何打算呢？继续做生意，这一次一定能赚个盆满钵满。刚才我花了200两去定制了制糖的器具，趁着秋收，再拿剩下的本钱去雇佣工人收购甘蔗。
昨天才刚刚从林端那里借了500两银子，今天就花掉了200两。雪儿相信哥哥一定能成功的，到时候雪儿也一起帮哥哥做点活吧。老奴也一起做点。不用，我会招募很多工人。雪儿还小，阿婆也老了，这些事交给工人就好，他们也有机会赚钱。好。他怎么还是和以前一样，花钱大手大脚？如果这一次还是失败，只怕他真的会一蹶不振了。虾人何在？是镇远侯来了。难道林端还没有转告镇远侯府？是我。好一个虾家男儿！见笑了，镇远侯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要不要进寒舍一叙？不必了。难道镇远侯府委托的人没有回复你们？回复了，贤侄还算是识大体。本侯与令尊当年给你和小女定了一门娃娃亲，但世事难料，你也懂的。小女自知配不上你，实在是不忍心耽误了你的前途。镇远侯说的是，恋爱的确耽误了我虾人的前途。那贤侄既然知道两家已经是门不当户不对，又何必一再跑来府上打扰小女？我是去退婚的，谁知你们一直避而不见。是你们镇远侯府一再闭门谢客，就是不肯见我一面，把话说清楚。镇远侯府难道连这点基本的礼数都不懂？再说了，当年我虾家兴盛，这指腹为婚可是阁下主动提出来的，你在婚书里写的明明白白。是因为前段时间本侯身体不适。就算身体不适，这2年来难道不能让其他人与我交谈？我虾人就算生意失败，也并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外面却是流言蜚语满天飞，说我色胆包天，残暴不仁，目中无人。原来这家人早就想退婚了，我还以为是被人退婚呢。大周向来注重礼法，我虾人家道中落，尚且将礼法铭记于心。阁下当年上我虾家求了我与令爱的这门娃娃亲，却如此待我，若是此事传开，世人又该如何看待你？是趋炎附势，还是嫌贫爱富？说得好，贤侄，其中一定有些许误会，咱们不妨进去，两家坐下来好好再谈谈。不必了，这婚你镇远侯府不退也得退。既然如此，那就请贤侄把婚书还给本侯。婚书确实在我身上。不管怎样，两家曾经也是世交，只要贤侄交还这婚书，本侯可以资助你一些银两，让你继续经商。你出个价吧。白银1000两够不够？阁下认为令千金值白银1000两？难不成你还想要1万两？可惜在我虾人眼里，令爱一文不值。从今往后，两家再无瓜葛，我虾人谢南宫宁无价之恩。堂堂镇远侯，格局竟不如一少年。小妹的眼光不错，我这未来妹夫的确是可造之才。哥哥受苦了。我本意与镇远侯府好聚好散，他平日里让人造谣污蔑我就算了，还敢跑到我这祖宅来当面辱我，就算是神佛也有3分脾气，何况是我。我师父说了，我爷和我爹生前傲骨嶙峋，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作为虾家最后一人，岂能再唯唯诺诺？先发财。哥哥说的对，将来哥哥一定会出人头地，让他们后悔莫及。只是哥哥现在要做制糖的生意，雪儿听说这种生意光是原料的成本都高得离谱。放心吧，你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雪儿也攒了些钱，想帮助哥哥。雪儿无条件支持哥哥，这1000两银票就交给哥哥，哥哥只管放心去做。雪儿，阿婆让你攒的钱，你先留着就好。你这是哪来的1000两？婆婆不可能靠打杂赚足1000两白银。雪儿，你是不是背着哥哥跑去跟别人签什么卖身契了？哥哥，这是阿婆在雪儿老家帮忙变卖的家产。这可是你爹娘留给你的遗产，怎么能动？哥哥不但救了雪儿，还给了雪儿一个温暖的家。雪儿的一切都属于哥哥，只想要哥哥振作起来。阿婆，快说句话呀！少爷，这是小姐的一片心意，只要少爷能奋发图强，一切都是值得的。哥哥见外了，哥哥不要雪儿了，嘤嘤嘤。好，哥哥收下了，以后哥哥赚的钱，雪儿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只要哥哥不要不理雪儿就好。我家雪儿这么温柔体贴又可爱，哥哥要是不理你，那可是人神共愤。这东西蛮好用的嘛，阿婆，我刚才表现如何？像不像天下第一乖乖女？少爷他很感动呢。小姐，少爷他退了那门亲事，只怕什么？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恨娃娃亲了，何况是哥哥的娃娃亲，退了才好。可是他得罪了镇远侯。得罪他又怎么啦？我恨不得杀了他呢。小姐，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怎样？我还是个孩子啊，童言无忌啊。自从遇见了他，小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只怕早晚会跟着他误入歧途。阿婆，雪儿她老家的产业还有多少？已经不多了。哎，我就知道他是让你们砸锅卖铁贱卖资产。少爷，这是……别告诉雪儿，这些钱你一定要替他好好保管，也不要再变卖产业。等以后我赚够了钱，会把卖掉的产业全部回购。你只要别乱跑，负责帮我照看好雪儿就行。我和她都是父母双亡，能理解她的苦痛，只怪我以前失败，害她关心则乱。原来他刚才偷偷摸摸张望，是不想让小姐跟过来。原来他问小姐家里的产业，是担心小姐继续变卖产业。原来他心里最在乎的是小姐，而不是钱。原来他……少爷，那你自己怎么办？放心，今后我不做没把握的生意。自从大醉一场之后，我就大彻大悟了。那林端给的500两足够我东山再起，将来把生意做到全国。原来让少爷放手去做也挺好。爹，蛮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蛮夷凶悍，大周势弱，孩儿就算有心报仇，也实在是无能为力。可如果不能为您报仇，孩儿也不配做您的儿子，今生今世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从现在起，孩儿与您断绝父子关系，这仇孩儿来世再报。来，都把祭品回收一下，该吃吃，该喝喝。端木大公子，先前的那首诗你构思的怎么样了？秦雪，惭愧，我经过这些天的深思熟虑，倒是做了几篇下阙，但都不甚满意。这等句子仓促拼合，难免有些暴殄天物，你也清楚的，灵感难得。家兄其实是希望此等传世名句能有个完美下阙，所以不能草率。秦雪，你可有想好的下阙，不妨试试，说不定你们二人共作一首，能传为一时美谈。还是端木家二公子聪慧过人吧。其实我也正有此意。我这里的确有这首诗的下阙。嘿嘿，秦雪果然有意。秦雪，下阙呢？哈哈哈，何止下阙，整首诗的真迹都在这里。原来是征北将军。失敬。大哥，想不到穆兄也有如此雅兴，收集诗词。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告碧霄。好诗真是绝配。原来穆兄一直深藏不露，这诗必须是绝配。家兄与穆兄合作此诗，定能流芳百世。你们可知道为什么这下句与上句是绝配？大哥此言何意？因为这首诗的上下句本就是同出一脉，上句根本不是他端木云城做出来的。穆兄可不能血口喷人，要拿出证据的。证据就是当日我朋友就在湖边遇到对方吟诗，让他补其下阙。诗的来源在岸边，而你端木云城当时明明是在湖中。湖边，众人猛然想起什么。那天的确岸上传来了上半句，引起一片喝彩。端木云城是谁给你的自信据为己有？你好歹先派人去找正主吧。穆大哥，你可不能胡说八道，正主就是端木大哥。正主是你以前的未婚夫，虾仁。不过他刚刚找你爹退婚了。什么？虾仁？不可能。是那个不学无术的败家恶少，虾仁，不可能吧？居然还写了一手好字。不光如此，他还对出了我妹三光日月星的下联。下联似诗风雅颂。雅分大雅和小雅，的确是绝对。这人真的会是不学无术的恶少呀？是他对出来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呢。还对出下联了。如果说刚才端木云城抵死不认，这首秋词的是还有可能蒙混过关，但虾仁连这种绝对都对出来了，大大提升了穆凌霄的指证可信度。端木公子，你让我好失望哦。等等，他找我爹退婚。不错，也是我刚才亲眼所见。欺人太甚，我要去找我爹。宁，你那未婚夫虾仁的确是深藏不露，与你也算是郎才女貌。
我看那些坊间传闻，多半是镇远侯府放出来的。我就知道云秀妹妹不会骗我。不过她现在无权无势的，大哥把她给暴露了，以后你必须多多对她负责哦。不行，大哥陪你演戏已经很给面子了，哪能把时间浪费在他一个读书人身上？他是你的未婚夫，又不是我的。好了，大哥是自愿的，绝无半分勉强，以后多照顾照顾他就是了。最近可有新的甘蔗出售？原来是霞公子，甘蔗已经卖完了，这东西可是抢手货。下一批货是5天后来的吧？不错，不过老夫做不了主，卖不卖你得看我们少爷的意思。少爷，你家老爷呢？你不知道，老爷他几个月前在北京遇难了，现在是我们少爷持家，你要不要去找他谈谈？白家少爷白河是出了名的奸商，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白家的甘蔗质量最好，虾仁可不想轻易放弃。爹，蛮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蛮夷凶悍，大周势弱，孩儿就算有心报仇，也实在是无能为力。可如果不能为您报仇，孩儿也不配做您的儿子，今生今世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从现在起，孩儿与您断绝父子关系，这仇孩儿来世再报。来，都把祭品回收一下，该吃吃，该喝喝。少爷，那家人又来送钱了。白河，你若无心交易，我就去定国侯府谈了。你说你要用100两银子盘下家门口的那个小工房，然后大量收购我白家的甘蔗，你是认真的？钱呢？那座小工房卖你了，甘蔗只要你出得起价，也可以卖你。白家主竟然如此爽快！这京城内外，谁不知道你是个商业鬼才？田地、米粮、饭店，凡是你看上的生意，哪个不是一地鸡毛，无一例外？跟你做生意的，哪个不是稳赚不赔？我得感谢你帮我避雷。你家附近的工房，我打算全部卖掉，你要不要？当然要，不过得给我一点时间，等我赚够了钱。那你可要趁早，1个月之内，我就要把那一片的工房全部出掉，过时不候。我看上了你的甘蔗，你难道也要低价出售？那你太天真了，甘蔗可是抢手货，你不买，有的是人买。市面上的甘蔗质量，以你们白家商会为上家，价格也最高，其次是定国侯府那边。我想和你签个契约，以高于定国侯府甘蔗定价的2成，收购你的甘蔗，每月至少消费200两银子。高于定国侯府2成的价格，若你下个月拿不出钱，就赔偿我200两，契约就此作废，如何？甚妙。少爷，只是高于定国侯府2成，还是太便宜这小子了。咱们努力，以高于定国侯府3成的价格卖他，都没问题。你以为我会放过他？只要让定国侯府把甘蔗的价格提起来，提到他无法接受的价位，这200两还不是老子的囊中之物。不愧是少爷，高，实在是高。爹，您现在也知道了，这虾仁竟敢如此践踏孩儿的尊严，孩儿希望虾仁永远消失在这世间。你疯了，这里可是天子脚下。那孩儿至少也要虾仁身败名裂，只有他身败名裂，世人才会明白，孩儿离开他才是正确的，他根本配不上孩儿。放心吧，京城是天子脚下，也是世家的地盘。首先，端木家就不可能放过他。对，他还是让端木大哥丢脸的罪魁祸首。端木大哥现在一肚子气呢。继续派人关注这虾仁的动静，咱们随时可以拿捏他。只怕他永远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2年来做生意总是赔得血本无归。在这京城，能赚钱的生意轮得到他？林公子在这里等了多久？2个时辰吧。抱歉，刚盘下一处工坊，打扫卫生。林公子请进。你盘下了一间旧工坊，能做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在这京城，你能想到的赚钱的生意，早都让人垄断了。我要卖糖。卖糖？虾公子，最近京城糖业不振，卖糖是纯粹的亏本生意。现在京城常见的糖料有饴糖和石蜜、蜂蜜稀有，而我准备制取一种成色与口感比石蜜和饴糖更好的糖，白糖和糖霜，将来一旦量产，价格却不比这2种糖贵多少，还用得着担心没有市场？哪有这种糖？段云秀不信，他生于帝王家，什么糖没吃过？
若真有这种糖，一开始富人们为了尝鲜，一定会争相购买，甚至不惜哄抬物价，平民百姓未必买得起。要赚就赚富人的钱。等将来白糖量产，国泰民安时，白糖大幅降价，平民百姓自然也能消费得起。你说的倒是有点意思，连我都有些期待了。唉，但你已经得罪了镇远侯，只怕在京城做生意困难重重。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推荐你去定国侯府当个教书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很抱歉，我无意教书。镇远侯府最近与端木家走得很近，而端木家现在可是如日中天，在朝中有不少重臣，当遇遍布。你既不肯向镇远侯府低头，又不肯讨好定国侯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家伙越有骨气，就越应该把他拐到官场来。他相信下人这一次的生意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林公子，你有没有兴趣陪我一起发财？林公子，你有在听吗？陪你这个商业鬼才发财？你是想让我和你一起扩大这个白糖产业？不错，在这京城，你是我虾人的第一个朋友，也算是我的贵人，有好事我第一个带上你。你希望我怎么投入？我不勉强你，但你若是有意加入，我就扩大甘蔗收购，请一些护卫，再从流民里面招募一些工人，直接扩产。秋季甘蔗丰收，赚钱一定要趁早。那1000两银子够不够？够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会在2年时间里赔光几千两本钱。钱不是问题，但我有个条件，这钱就当是我借给你的，若是你赔光了，也不必还我。但你今后必须在不违法犯罪的前提下，为我办3件事。可以，咱们再签个契约，等白糖生意回本了，1000两银子我会如数奉还，从此白糖利润让你占1成。一言为定，契约就不必了。爽快，我虾人一定不会让你吃亏。还好，哪怕只是让这小子用瘦金皮给公主写3首诗，都有机会卖出1000两，甚至更多。我看你也不像是贪财，为什么会这么着急发财？你可知道我为何敢得罪南宫雷？这2件事有关系吗？托当今圣上的福，这京城治安良好，镇远侯府当然不敢乱来，否则不等南宫雷来退婚，我就已经离开京城，海阔天高任鸟飞了。是和陛下有关。飞云是我爹娘留给我的家臣，忠心耿耿，守口如瓶。其实当个富家翁挺好，但家师要我报效国家，拥护大周皇室，为家父正名。陛下虽是女帝，却也的确是圣德之君，值得军民拥护。但你应该也清楚如今皇室的状况，而国内世家林立，朝中世家垄断官职，更是形成了门阀。京城看似和平，实则暗流涌动；大周看似稳定，实则风雨飘摇。京城文人和朝中大臣大多出身世家，把持朝政，结党营私，甚至能对抗皇权。她们姐妹俩急需真正能为她们分忧的有志之士，哪怕只是能吟诗作对的笔杆子也好。但你更应该清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是罪臣之后，人微言轻，目前只有经商这条正经道路可走。趁着现在大周还没有崩溃，我抓紧赚钱。万一将来国库告急，我能捐的钱很可能就是朝廷的救命钱。原来他急着赚钱，还是为了报效国家。我虽然在立爱国人设，但也不算扯谎，毕竟师命难违。既然无权无势，起码也要有钱才有保障。陛下以圣德治国，大周怎么可能崩溃？虾公子，请注意言辞。正是因为忠于陛下，我们才更应该正视潜在的危机，防患于未然。那您可有应对之策？虾公子的拳爱国之心，我已了然。事到如今，我也不该瞒你了。其实我便是陛下钦点的司礼监秉笔林端，最近奉命为陛下寻访民间人才。哼，为了忽悠你，本公主可是假扮太监了，以后一定得让秦雪姐姐好好鞭策你。原来是林公公，你早就猜到了。我看你生得貌美，又不长喉结，还以为是女扮男装。公主果然机智过人，所以是陛下授意林公公来支持我。不错，你是兰陵侯之子，令尊生前壮烈殉国，陛下深感敬佩，所以派我来探望你，希望能给兰陵侯的后人一个交代。当年国家大乱，是朝中大臣对先皇软硬兼施，先皇才不得不判了令尊一个败军之罪。公公不都是自称杂家吗？在外面行事，我若自称咱家，岂不是马上暴露了自己？有道理。陛下还真是有心了。既然你真的有才，又有报国之心，陛下也会考虑给你机会的。比如你刚才说防患于未然，该怎么办？林公公，给我3天时间，3天之后我一定给陛下满意的答案。好，我就给你3天时间。我跟你说，傻妹妹，你堂堂大周公主，竟然为了一个平民百姓假扮太监，
姐姐，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早就看出来了，他这人绝对是深藏不露。仅仅只是因为他的文采，他只是怀才不遇。我早就发现了，他是少有的头脑清醒的人，而且从始至终都有一种天塌不惊的从容。而且他竟然敢指出眼下姐姐面临的问题，单凭这份能说实话的勇气，就足以证明他是姐姐需要的人才。更何况他是秦雪姐姐认定的。那他的应对之策呢？3天时间给出应对之策。妹妹，你如何肯定他是真的心怀大周？其实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对他态度不好，他却在我为国家忧虑的时候不计前嫌，为我解了秦雪姐姐的下联，只是因为不忍心看我难过。陛下，那位虾公子能有如此才情和书法，真实品性应该也差不到哪去。比如公主殿下给他500两，他还因为嫌多，又附赠殿下一首。想来那些坊间传闻可能都是镇远侯府散播的，否则说不通。朕当然相信皇妹的眼光，只是如今大周皇室仅存我们姐妹2人，朕才不得不慎重行事。若她真的是有心报国，即便只是考虑她的才华，也应该给她机会。朕其实相当期待她能给朕什么应对之策。我本想只骗一个林端，却没想到他是女帝身边的人。事已至此，那就只能把女帝也骗上贼船了，否则无法保障我自己的安全。少爷，虾人又来了。怎么？公房卖给你了，契约也签了，你后悔了？后悔了。那就缴纳200两，契约就此作废吧。我只是后悔签少了，想跟你再改契约，先定下总价500两的甘蔗，你肯不肯卖？500两，当然可以卖，但必须是先前那个定价规则不变。可以。500两，这蠢材跟2年前相比没什么变化。原来是白家主，有失远迎。我就开门见山了，希望定国侯府能与我家联手，把甘蔗的价格提上去，最好是加价1倍。何故？甘蔗现在抢手，市面上的甘蔗其实只有咱们2家在卖，你也知道其中利益。哄抬物价，不利于我们商会发展。你别急着拒绝啊，我可以支付100两给你们，以表诚意。等我家那批甘蔗送货过来，咱们2家收拢名下所有的甘蔗商户，同时提价，同时降价。白家主稍安勿躁，此事我必须请示上级。虾人去了2趟白家商会之后，这白河怎么就亲自跑到我家的商会来提这种要求？其中必有蹊跷。虾公子，别来无恙。白家的家主来找过我们定国侯府的甘蔗商会，希望能一起提价，想必此事和你有关。太无耻了！我哥哥诚心诚意跟他合作，他竟然钻契约的漏洞，想坑害我哥哥。那你们提价吗？提价这种事是很败人品，鬼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他与我约定，我定期找他收购总价值500两的甘蔗，以高于你们定国侯府最好的甘蔗2成的价格。原来如此。我们定国侯府还是那句话，不做败人品的生意。甘蔗该是什么价格，它就是什么价格。看来我该找你们交易的，只是我还不确定自己制的糖质量如何，所以必须先找品质最好的甘蔗。货比3家倒没什么，白家的甘蔗品质的确比我们定国侯府卖得更好。先前我家大少爷当众揭穿了端木云城，指证秋词其实是虾公子写的。原来是你们在坑我家哥哥。我家小姐事后觉得不妥，希望能请虾公子到府上一趟，顺便与你聊一聊诗词，不知你意下如何？好。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闻君有2意，故来相决绝。思君如满月，夜夜剪清辉。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皆始为君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君游东山东复东，安得奋飞逐西风。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血满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渔舟。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劝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谢，明年花谢，徒增白了少年头。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共君此夜须沉醉，然诺重，君须记。虾公子，不知为什么，我见你有种似曾相识之感。我也是。今日找虾公子前来，是为了诗词、对联与生意的事。其实穆小姐当日那对联，在下所出也算不上绝对。哦，是小女子出题不好吗？不，题目是绝妙的，只是下联还有其他答案，比如一阵风雷雨。虾公子果然深藏不露，腹有诗书。本次也是为了向您道歉，家兄鲁莽，将虾公子推上台面，让您得罪了端木世家。为表歉意，小女子与林公公还算相熟，所以请他向陛下举荐虾公子当官。不知虾公子意下如何？我想做生意，最好是能成为皇商。为何？以虾公子的才情，就算不能治国安邦，以诗文流芳百世，未尝不可。因为经商才能赚钱，其他都是虚的。都是虚的。2年前，我在来京的路上见到了太多百姓颠沛流离，灾荒丛生，更有甚者一子而食。但这些事，就算陛下知道了，也无能为力。这与你经商有何关系？难道你不明白，朝廷向来看不起商人？京城繁华，冠绝天下，尚有如此多的流民，更遑论京城之外。倘若他们举兵谋反，朝廷需要平乱，要靠什么？靠将士们的满腔爱国之心，还是文人们的诗词笔法，还是士兵们饿着肚子去南征北战？所以朝廷最需要的是钱。不是，陛下最需要的是钱。朝廷拨款一层层剥削下来，加上世家官员以权谋私，能用到实处的少之又少。是小女子小觑了虾公子的格局。想不到虾公子自称罪臣之后，却有一腔爱国之心。生我的人为国而死，养我的人竭忠尽智。我若是辜负了他们，既无言立于天地间，九泉之下也无颜面对我父母。看来林公公的确慧眼识珠，只是虾公子满腹经纶，未来或许可成大周诗仙，如今却要经商，实在可惜。穆小姐名号与我如浮云，诗文并不能匡扶大周，但钱可以。是会过日子的男人。虾公子与小女子所了解的文人截然不同，外界竟谣传虾公子厚颜无耻。我得澄清一下，那不是谣言。虾公子是觉得厚颜无耻没什么不好。要一颗红颜薄命嘛，这年纪轻轻的，哎。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穆小姐刚才心病发作，昏迷了过去。实在抱歉，给虾公子添麻烦了。小女子自小体弱多病，所以体弱多病。那你这药丸应该随身携带，不能再这么大意了。谢谢虾公子。刚才若没有虾公子在场，只怕小女子已经……虾公子也算救了小女子一命，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唯有……虾人想起林端跟自己说的定国侯府正在招上门女婿，吓了一跳。穆小姐严重了。那咱们谈谈生意吧，就冲虾公子救命之恩，定国侯府的甘蔗可全卖给虾公子，并且价格也可以让虾公子自行定夺。既然穆小姐有心，那可否暂时不要降价，再告诉白家商会，你们准备提价1成？这不是坑你自己了吗？放长线钓大鱼。小女子明白了，那就按虾公子说的去做。凭借这块令牌，虾公子可随时来找小女子。多谢穆小姐好意，那在下先行告辞了。云秀妹妹，这里面的糖丸太甜了。这瓶子晴雪姐姐还是留着吧，以后拿来蒙她，这招厉害吧？刚才我假装昏迷时，她居然没有对我毛手毛脚，可见她还是正人君子。既然如此，姐姐更不能放过她了。何止正人君子，她自言自语的话我也听到了，居然还同情你。段云秀笑着说道，突然沉默了下来，心情复杂。晴雪姐姐，她骗我做官，我也骗她，算是扯平了吧？你堂堂公主，她居然敢骗你，这种事怎么可以扯平呢？你还要继续帮我，等我把她骗到手再说。
可是人家是公主，怎么好意思骗人呢？这叫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反正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哦。好吗？云秀妹妹最好了，帮姐姐把她骗到手，以后姐姐说到做到，什么都可以跟你分享。定国侯府为啥对我这么好呢？穆小姐可是京城第一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连生意也有操持，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女子，更是大家口中典型的高冷美女。她今天似乎对我有些太过热情了，难道是因为林公公的缘故？就在虾仁思考之时，外面人声鼎沸。你们听说了吗？那首秋词居然是出自南宫宁的未婚夫虾仁之手，不对，是前未婚夫。听说了，端木家的大公子只会上半句，结果被定国侯府的长公子穆凌霄拿着虾仁的那首秋词当众揭穿了。不对吧？虾仁那种不学无术的废物能做出秋词？外面的讨论声，虾仁听得清清楚楚，心中肯定了自己的猜测。看来朝中传闻定国侯府与镇远侯府不和是真的。哥哥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17岁了，同龄人连孩子都有了。哥哥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值得娶最好的女子。有道理，哥哥努力一下。定国侯府有没有为难哥哥？意料之外的顺利呢，多亏有林公公支持。那位定国侯府千金怎么样？任谁见了都会惊为天人吧。那哥哥可得想办法把她娶回家。以后再说吧。哥哥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17岁了，同龄人连孩子都有了。哥哥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值得娶最好的女子。有道理，哥哥努力一下。10夜9国倒是有几分意思，至少也比那些满嘴假大空的世家来的实在。可是他不想当官，怎么办呢？段云一看着焦急的妹妹，眼神复杂。这妮子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妹妹如果将来她真的能造福大周，有资格名留青史，姐姐可以考虑让她当驸马。这怎么行呢？他可是秦雪姐姐的未婚夫，大周有并嫡的习俗，姐姐把秦雪也封为公主，你们并做她的嫡妻就是了。姐姐真讨厌，咱们谈正事呢。这样吧，到时候你去找她，看她能给你什么样的应对之策，然后由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带她来见姐姐。暂时我们先可以让她做个皇上，将来再以贡献为由让她步入官场。好，谢谢皇姐。段云秀满脸欢喜地离开了。务必照看好朕的皇妹，她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已经陷进去了，却不自知。朕也愿意相信她和秦雪的眼光，接见虾仁倒也无妨。是，陛下。想不到林公公如此有心，还让定国侯府关照我。你若心存感激，就请好好回报陛下，莫要让陛下失望。尽力而为。虾仁淡然的样子，段云秀看在眼里，想起昨晚皇姐对他说的话，开口询问道：虾公子，你是如何看待我这位宦官的？林公公虽然是宦官，却忧国忧民，佩服佩服。说完，虾仁脸上的认真转为同情，似乎在同情他残缺不全。明明是句称赞，莫名让人火大呢。你当初为我解除下联，也是看中我这一点是吗？我是看你一副马上要崩溃大哭的样子，于心不忍，还以为是谁家跑出来的小孩子。闻言，段云秀恨不得当场朝虾仁飞起一脚，但还是耐着性子问道：你摸着良心说，难道就没有敬佩我忧国忧民的原因吗？虾仁沉默了。几次接触下来，这位林公公为人真的很不错。他突然有点不像立爱国人设，在段云秀的软磨硬泡下，最终回道：占了一半原因。你前几日所说的应对之策呢？在这里。呀，是受惊体写的。因为林公公喜欢。算你还有点良心。段云秀翻开第一页，看了一半，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虾公子，你可真是犯言直谏。陛下看到后心中会有数的。段云秀没有回话，继续往下看去，越看脸上的表情越是绝望。大人身体可有不适？没有，只是看得不知所措。飞云瞥了一眼文书，转头质问虾仁：虾公子会不会太危言耸听了？我这一辈子只写这么一份，交给林公公过目，再由他决定是否给陛下审阅。如何决断，取决于林公公。你不怕人头落地？我无从选择，陛下也一样。飞云，不要为难他。其实你说的对，难道没有办法吗？你不妨往下看看。段云秀满怀希冀翻开下一页，看完后终于眉开眼笑。算你还有点良心。从来没有人能让公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如此迅速的心态变化。这小子给公主究竟看了什么？这些真的能实现吗？必须能。
你说过您只写一份，现在这一份是陛下的了。我作为司礼监秉笔官，也只是先为陛下过目一遍，取其精华，献于陛下。你当真不愿意当官吗？穆小姐跟你说了。你不想当官也没关系，你一定会帮助陛下和公主殿下的，对吗？我说了，我无从选择。段云秀心中有些失落，却不料虾仁话锋一转，就算有得选择，这依然是我唯一的选择。算你有点良心。一旁的飞云听着公主重复了3遍的一句话，内心复杂，还得是陛下看得通透。这个才16岁的公主殿下，已然被虾仁的才学折服了。她现在的模样，就好像在集市里大海捞针一样，淘到了一件稀世之宝。虾仁仔细看着段云秀，越看心里却发毛。很好看的林公公。怎么啦？实不相瞒，我很担心被林公公掰弯。虾仁直白的回答，让段云秀又想踹他一脚。为什么这家伙夸人的方式总是让人莫名的火大？可是这家伙的对策实属良策，算了，这点委屈微不足道。其实他的内心还是有点小开心的。我男儿身都能迷死你，等我换回女装，那不得迷得你找不着北。我相信陛下看完之后一定会派我带你入宫。林公公有话好说，我现在可是虾家独苗。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你若敢欺负陛下，就让你也变成公公。他真的不怕杀头？他敢冒着杀头的风险给姐姐这样的应对之策，可见他才是真正的赤胆忠心，比起庙堂之上的那些人好了何止10倍100倍。姐姐还是不太敢相信这些东西能够实现，明天就让丞相来品评一番。相比之下，姐姐更好奇他经商又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姐姐同意让他经商了。看一个人不光要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妹妹，你可以带他入宫见姐姐，但既然他不愿意为官，那也正好。姐姐也想看看他如何经商，经商会不会是个奸商，所以姐姐可以让他成为皇商。我相信他。看着段云秀的反应，段云一心中苦笑，看来情根深重了。唉。段云秀离开后，段云一看着文书，微微叹了一口气。唉，也许大周驸马有人选了。陛下已经年近20，也应该关注自己的婚姻大事。朕已有先皇安排的婚约，但如今朕必须为大周考虑，不做他想。未来的储君也可以从皇妹的子嗣里挑选。你一个逆子，都是你把你妹妹带坏了。她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也能找个将门虎子门当户对，怎么就找个一无所有的下人？穆平生气，对一旁一脸无辜的穆凌霄骂道。爹爹息怒，那虾人也不是一无是处。公主殿下说了，此人将来必能飞黄腾达，甚至位极人臣。不行，以后的事谁知道？爷爷他老人家知道了会生气哦。这样吧，再看看他近期表现，那几首诗和字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的。他满腹经纶，那些世家更不可能允许他步入官场，所以此子读书无用。说完又重新瞪了一眼穆凌霄，臭小子，找个时间带他去找诸葛丞相，让丞相评评理。爹爹英明。大哥，小妹这演技是不是更上一层楼了？不错不错，但大哥只是看在你嫂子的面子上，绝对不是屈服于你的武力。嫂子最好了。是啊，他说其实他只嫁给为兄一半，另一半是嫁给你。只是爹娘这关实在不好过，虾仁那小子又跑去经商了，爹他想让你死心，肯定不会再派人暗中支持他了，你自己看着办。虾公子是想招募看家护卫，有劳你们为我安排10个护卫。虾公子稍等，老爷，他要雇佣10名护卫，小姐说过，他若想雇佣20名护卫以内，可以让他低价雇佣。这丫头居然还想帮他加价，每个人每月工钱3两，包吃住，看他答不答应。老爷他答应了，这败家子也难怪会挥霍掉几千两，安排10名退伍老兵吧。每月3两，对于退役之后无处安放的老兵来说，是极高的工钱了。大少爷他说，小姐不能再关照他了，否则老爷会阻挠的，死得其噻。我爹发现了，臭爹爹，等爷爷回来，看他怎么收拾你。哥哥，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没犯过什么错，善良无辜，却活得不好？这种事情等雪儿长大了就明白了，不是3言2语能够说清楚的。有些人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为他们负重前行。
而有些人负重前行，却是因为有人在替他们岁月静好。几名护卫赶着马车跟在后头，车上是一笼笼的馒头。有大蒜人发馒头了。流民们全都站起身来，一个个在护卫的安排下井然有序地领取馒头。这一幕被高楼上的穆平看在眼里。小雪，你也看到了，他是何等败家，何等的目光短浅。圣人云：达则兼济天下。他自己都还没有赚到钱呢，就想着干毁家纾难的事情，注定一辈子都不能出头。爹，这不是证明他有善心吗？孩儿是转述大哥的想法。一旁的穆凌霄瞬间迎来了穆平愤怒的目光，这是责怪他又帮下人说好坏了。虽然话是穆晴雪说的，的确是孩儿的想法。哼，你们兄妹俩那点小心思，瞒不住为父。真是孩儿的想法，绝无半点违心。这种痴儿去了官场，也只能被世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做生意又只能赔得血本无归。为父绝对不允许小雪嫁给他。就在兄妹二人陷入沉默之中，难民营中传来一阵嘈杂的呼声。响！在穆平震惊的注视下，大批流民跟在虾人身后，往虾人的工坊走去。怎么回事？这些人怎么可能因为一餐之德就追随他？难道这小子又想继续花钱养这么一帮流民？老爷，虾人他向官方申请带走了50户流民，还支付了100两作为保证金。他要流民干什么？那些流民跟着他干什么？他刚才对流民说了什么？他只问了一句：“你们想吃饱饭吗？”他们回答：“想。”他又说了一句：“那就跟我走。”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等亲卫离开后，穆平瞪着穆晴雪：1个月之内，若他搞不出什么名堂，还是赔本的话，就算你爷爷回府不认为父这个儿子，为父也绝对不许你嫁给这种蠢材。明天开始，你不得离开定国侯府。说完，穆平便一脸愤怒地离开了。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大哥，私底下要叫他我的未来妹夫。我的未来妹夫到底想干什么？你好奇，你替小妹去看看喽。小妹被爹爹禁足喽。从现在开始，你们每家每户全家都包吃包住，再选出一个手脚麻利的人来给我干活，每月工钱1两，做不做？听完虾人的话，底下人群瞬间沸腾起来。谢谢恩公，做。定国侯府的护卫们看着欢乐的人群，一脸懵逼。穆夫人听了护卫来报，差点气得背过气去。绝对不能让小雪嫁给这种败家子，否则迟早她也会败光咱们定国侯府。他心地这么好吗？穆晴雪目光迷离，低声呢喃片刻，猛然惊醒，看着气头上的父母，连忙说道：“这人的确好败家哦，就是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赚钱。”散上护卫，这工钱，他能赚钱的生意，恐怕只有私盐了，那可是杀头大罪。穆晴雪呼吸一滞，正要说些什么，外面又有护卫来报：“老爷，公主殿下来了。”段云秀进门后，见穆平和穆晴雪神色有异，急忙询问情况。我爹他们担心虾人带人去贩卖私盐。段云秀一愣，强忍着笑意：“他不是那种人，本宫派人去探望过他了，他的品行没有问题。他是想制糖，想必穆大人是觉得他雇佣定国侯府的护卫，担心连累穆家。”穆平尴尬的点了点头。穆大人多虑了，那虾人若真的一无是处，只会败家，晴雪姐姐也不会看上他。败家就败家呗。穆晴雪下意识回应着，又连忙改口：“不嫁给他。”穆平不敢违抗，只是不停点头称是，随后离开。多亏有云秀妹妹罩着我，否则我以后只能跟虾人私奔喽。晴雪姐姐放心，她这个人真的很有才的，就算做不了生意，以后也一定是能治国的大才。她才17岁，未来可期。悄悄告诉你哦，我姐姐有意让她先做个皇商，等见过她之后，如果真的对她刮目相看，一定会重点培养她。穆晴雪感动得无以复加，突然想到什么，仿佛下定了决心。云秀妹妹，我答应你的，愿意跟你分享我的一切，包括虾人哦。分享虾人，人家才没有看上他。晴雪姐姐，那是你的未婚夫，八字还没一撇，他都不知道他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总之，先让他展现才能，让你爹娘刮目相看。姐妹两人达成共识，又开始密谋如何诱骗虾人。1乡2里共3夫子，不识4书5经6艺，竟敢教7、8、9子，十分大胆。10室9平，凑得8两7钱6分5毫4厘，尚且3心2意，1等下流。不错，看来雪儿功课大有长进。都是哥哥教的好。以前哥哥也是乐善好施，但总是带着一腔热血处处碰壁。现在的哥哥变得异常冷静聪慧了。雪儿，你有心事。雪儿希望哥哥能发财，出人头地，抱得美人归。
定国侯府的那位大才女人很好哦。你都没见过她，怎么知道她人很好？因为只有她派人来请哥哥，还要用马车。哥哥回来之后也没有任何不悦，还夸她名副其实。所以雪儿希望天底下最好的姑娘都能嫁给哥哥。都能嫁？是哥哥的师傅要哥哥娶3妻4妾的吗？雪儿，其实有一位我所崇敬的古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有这个人吗？在这里没有，但哥哥在梦中去过一个神奇的地方，那里就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那位打击了匈奴的名将所言。我爹战死沙场，被蛮夷枭首示众，国仇家恨，我不会忘。我师父要我早日娶妻生子，也是担心哪天我意外身故，来不及留下子嗣。毕竟英年早逝的人不少。不管怎样，哥哥都会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们。先建功立业，娶妻的事，缘分到了自然会来。时间到了自然也会来。哥哥招募这么多工人，还给了这么好的待遇，可有盈利的计划。等明天甘蔗到了，咱们制糖再稍微经营一下，一定能大卖。江福雪和阿婆对视一眼，见阿婆将信将疑，便朝他使了个眼色。到时候能不能把哥哥他出售的糖高价买下来，支持他的生意？小姐，这一次要相信少爷，他从未有过如此自信从容的时候。江福雪闷闷不乐，阿婆看在眼里，又补充道：这样的少爷，也许才能入主人的法眼。江福雪眼眸一亮，脸上洋溢着欣喜的笑容。这里太危险了，以后把哥哥抓到巴蜀去吧。这是什么东西？粉末状的就叫糖霜，颗粒状的就叫白糖。尝尝，别吃太多，这东西会很甜的。很甜的。的确挺甜的，很好看也很好吃，比蜂蜜差点意思，但石蜜和饴糖要好吃多了。那是自然，这白糖的成色和质量都不是石蜜可比的。这些就是你用甘蔗做出来的，真不错。你用甘蔗怎么能做出来的？虾仁把制糖的经过与段云秀说了一遍。我可以看看制作过程吗？我不是不给你看，只是里面真的很热，你这会儿不方便进去。为何？据说净身之后容易失禁，我担心里面太热，害林公公失禁了，对公方对林公公都不太好。虾仁的一句话，瞬间让段云秀如遭雷击，差点当场跳起来按住虾仁暴揍。段云秀压下心头莫名的怒火，看着虾仁一脸尴尬的样子，转怒为笑道：那你要如何定价？趁着白糖兴起，把价格炒起来。这是秘方，林公公一定要妥善保管。段云秀摊开那张纸，细看流程，越看越是惊讶。林公公这是替你保守秘密了，陛下不需要这东西，我也不需要，因为我相信你的为人。见虾仁一脸感动，段云秀心中暗喜，又向虾仁询问了制糖情况，才欣然离去。飞人姐姐，你也看到了，他竟敢如此羞辱本宫，本宫将来要10倍100倍捶他。皮鞭只怕不够用，再储备100根。飞云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唯唯诺诺，心中只剩下对虾仁的同情。不过他也想不到，本宫可是过目不忘。5斤甘蔗能出1斤这样的糖，这种糖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姐姐，人家就说他一定能行的吗？难得，真难得，说是巧夺天工都不为过。可是他刚才说人家是太监，还怕人家失禁，姐姐到时候一定要替人家修理他一顿。好，修理他一顿。看着情绪激动的妹妹，段云一满口答应，心中了然。哎，这妮子，卖糖了，卖糖了！来往不绝的行人被吆喝声吸引，停下了脚步，来到摊位前。这是什么东西？糖？不错，比饴糖和石蜜更好。糊弄鬼呢？颜色跟饴糖、石蜜完全不同，哪像是糖的样子？虾仁没有理会嗤笑的众人，朝着远处的捕快们招手。杨捕头，你来尝一下如何？杨捕头循声而来，在虾仁的邀请下，将信将疑接过一捧白糖，嘬了一小口，随后抿了抿嘴唇。确实是糖，真的很甜。虾仁，这些糖，你该不会是拿那几万斤甘蔗弄出来的吧？不错，得到虾仁肯定答复，杨捕头称赞道：就是可惜了，几万斤甘蔗就做出这么点儿，只有几百斤吧。白糖珍贵，首度现世，当然物以稀为贵。众人平日里也信得过这个杨捕头，出于好奇心，纷纷询问：怎么卖？怎么卖？因为是第一次卖，优惠价1两20文。刹那间，沸腾的人群声戛然而止，无数人止步摊前，半天无人敢购买。
白糖这东西能吃？哦，爹娘的确很甜，口感也远胜食蜜，也没有饴糖那么黏。小姐，下了白塔嗦，这杯汤只能小尝一口，吃多了会腻。那他买甘蔗就为了搞出这种只能小尝一口的玩意？不是的，老爷，他的说法是这东西可以用来制作糕点之类的。这盒子里就有梁老板附送的用白糖制作的糕点。爹，还真的很好吃哦。的确比平时的糕点口感好得多了，没有那种杂质感。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一家，对美食极其挑剔，却依然被虾仁的糕点征服。大半天了，虾仁只卖出不到20斤白糖，但他依然是一脸从容。哥哥是不希望我担心吗？也许他心里已经急死了。看来哥哥就不是经商的料，还是把他抓回巴蜀去吧。虾仁全然没有发现身后江福雪关切的目光，只是淡定回答顾客们的询问。虾老板，1斤200文，现场这些白糖和糖霜有多少算多少，我们定国侯府全都要了。仆人兴奋的声音惊动了周围顾客，众人蜂拥而来询问情况。200文，你们全要？全要了，不多解释，掌柜的马上就来。我这里可是有足足500斤，那就是100两。全要。仆人斩钉截铁的回应，令周围众人面面相觑。江福雪紧绷的心弦终于松了，喜极而泣。终于不用抓哥哥去巴蜀了。什么？虾仁那500斤白糖卖出了100两？白河收到消息，看着桌上的糖罐，眉头紧锁。他尝过了，甜，口感好，但也就仅限于此。那他也就赚了100两而已，算上工人的工钱和那些甘蔗、器具，成本估计有1000两吧。若到时候他拿不出钱来履行契约，就把他的祖宅和身边那个小丫头抵押给我白家。啧。小姐，掌柜的私下问了下人，他说还有货。耶！他没有骗我，5斤甘蔗最多能出1斤白糖，最少也有个8两。500斤白糖放在人口100万的京城，与沧海一粟无异。不愧是老娘的男人。秦雪姐姐，昨天那家伙还欺负人家。听完段云秀的叙述，穆晴雪安慰道：放心，等姐姐把他骗到手，皮鞭红蜡烛随你挑着来，咱们好好调教他。段云秀心满意足地笑了笑。想不到这小小的白糖还能如此润色，可以取代蜂蜜，但又比蜂蜜便宜许多。姐姐有预感，此物将来必定能推广全国，甚至能推广到大楚，让咱们大周赚大楚的钱。姐姐，他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实业救国。好，都依你。等他忙完，你就带他入宫，给他净身。净身？不行的。段云秀大惊失色，抬头看着似笑非笑的女帝，嗔道：姐姐又欺负人家。唉，好妹妹，希望大周这能有个好驸马。姐姐说什么呢？好，大周一定能有个好驸马。讨厌死了。你就不懂了，最优秀的猎人应该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在目标面前。哥哥以前去过巴蜀吗？没有去过，但将来总得去看看这大好河山，毕竟我家祖籍就在那里，说不定还能找到远亲什么的。到时候雪儿会把哥哥，是雪儿会陪哥哥一起去。雪儿不能去，长途跋涉太远了，等你长大了再说。哥哥到了巴蜀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江福雪漫不经心答应，心里也有计较。哥哥太油盐不进了，还是直接抓回去比较合适。老爷，从早晨到晚上，咱们一天的盈利就超过了以前7天。老爷英明。这小子倒是有2下子，能弄出这种东西，咱们能仿制吗？爹，要是让爷爷知道你欺负虾仁，后果不堪设想哦。要是别人仿制出来，他就没法垄断了。等有人仿制出来，咱们再试试吧。大哥的眼光难得好了一回，不过他想要做我定国侯府的女婿还不够格，需要再展现自己的价值。又是我。他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小妹打掩护。他一个商人根本没有资格入赘定国侯府，除非他将来能金榜题名，平步青云。所以商业上再怎么成功，也改变不了魏父对他的看法。这一次他能赚钱，只是运气好而已。小雪，魏父接受皇命，要外出办事，家里生意的事交给你了。爹放心，只赚不赔。耶！终于把我爹支走了，云秀妹妹记得替我转告，多谢陛下。
你爹他的确碍事了，毕竟虾仁可是我发现的人才，皇姐也急需安排一个皇上替他赚钱。现在定国侯府的生意都归我管，看我的。公子、小姐，穆小姐她来拜访。虾仁一愣，亲自出府。江福雪激动地跟了上去。好一个脱俗仙子，好一个美人胚子。穆小姐亲自来访，有失远迎。自然是生意的事，虾公子不必担心。小女子可是深夜私访，外面的人不知道的。若是知道了，只怕明天我的名字就会被一把匕首挂在城门口，被整个京城追杀吧。虾公子说笑了，小女子可没有那么大的能耐。穆小姐气质绝伦，才高八斗，还这么谦虚，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女。你就是虾公子的小妹，正巧你我名字里都有个雪字呢，以后就叫我秦雪姐姐，如何？秦雪姐姐好。乖，虾公子不请小女子进去坐坐吗？穆小姐实在是有心了。我此次来访也是代表家父，想与虾公子谈谈白糖的生意。我们想用380文的价格从你这里进货白糖，然后转卖，有多少收多少。不知虾公子意下如何？恕我不能答应。其实将来的白糖不值这个价，现在也就是图个新鲜，以后我降价到200文以下，定国侯府怎么办？原来虾公子是不忍心坑了我们，就冲虾公子的良心，定国侯府也愿意和你做生意。这样吧，白糖就按虾公子的定价来，你可以提个可行的方案，只要双方互惠互利就行。白糖我只能卖给你们1000斤，不能再多供货了。我能理解虾公子的商业宏图。不，穆小姐，你理解错了，这不是商业的问题。请虾公子赐教。这白糖的作用远比你们想的更多更复杂，将来这东西可以用于部队行军消耗，比一般的干粮提供的体力更多。这意味着白糖将来会成为大周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地位接近食盐和醋布。这种东西不能大量流入唯利是图的商人手里。这个世界还没有能量、热量的概念，虾仁只能以体力一言概之。真如林公公所言，原来虾公子有忧国忧民的情怀，格局远不是我可以理解的。谬赞了。虾公子，那我们谈谈价格吧。市价400文1斤，考虑到你们对我的关照以及对器具的保密，我之前就承诺卖你们300文1斤。这个价格穆小姐不满意吗？太低了，我们定国侯府还想和虾公子长期交易，先卖个350文才合理吗？说完，穆晴雪在心里自言自语，反正花的不是老娘的钱。那还是310文吧。还是太低了，折中330文收你的。一旁的江福雪望着反向砍价的两人，目瞪口呆。这世道连败家都有人抢的，希望以后能长期合作。我定国侯府与虾公子惺惺相惜。虾公子，这3300两就作为定金。330两还成，3300两太多了，生意是慢慢做的。就3300两嘛，我哥哥一向说到做到，急需扩产。虾公子，你看雪儿妹妹比你豪爽多了。虾仁依然推脱，最后两人谈妥，先收了1000两作为定金。这位晴雪姐姐对哥哥格外的照顾啊。当时我也只是给他拿了药而已，想不到他会如此知恩图报。原来这世间还是有通情达理的女子的。雪儿就不通情达理吗？你还是女童，不适合叫女子。江福雪忍住了一脚踢碎虾仁膝盖的冲动，说道：等哥哥以后娶了这位晴雪姐姐，她一定是个贤内助。娶她是不现实的，先顾好事业。哥哥不喜欢她。江福雪眼睛一亮，你哥哥又不是精虫上脑，见到个漂亮女人就喜欢。雪儿，你记住了，越漂亮的女子越危险。她给我的感觉就很危险，一种不是敌意却说不上来的危险。总觉得她还有其他企图，我还是得防着点。哦，那等自己长大，是漂亮好呢，还是不漂亮好呢？灵儿，你看我刚才表现的怎么样？像不像天底下第一温柔的乖乖女？是，我家小姐只要不动我，就是天底下最温柔乖巧的女孩子。穆晴雪秀眉一挑，灵儿的话显然让她很受用。只是奴婢不明白，以小姐的条件和她坦诚心意，她一定会接受的。小姐何必？这你就不懂了。最优秀的猎人应该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在目标面前。其实是我爷爷授意我这么做的。我不光要假装柔弱，还要讨他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雪儿的欢心，万无一失。不愧是老太爷。虾仁啊虾仁，等老娘把你骗到手，识相点，你就是我夫君；若不识相，你就是压寨夫人。雪儿，你还不睡？雪儿陪着哥哥不困。
江福雪乖巧回应，目光却不离虾仁的图纸，眼里满是疑惑。雪儿才10岁，还在长身体，需要充足的睡眠，不能熬夜。哥哥，雪儿听说读书人都有2个梦想，除了金榜题名，还有红袖添香。嘿嘿，红袖添香，美人伴读，那也是雪儿未来嫂子做的事。你还是小孩子，要好好读书，别去想这些东西。哦，是雪儿理解错了。雪儿这就去睡觉，不让哥哥担心。江福雪一脸乖巧，带着阿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阿婆，你看我刚才的表现和那个穆小姐相比，谁看起来更乖巧一点？平分秋色，竟能与乖巧的我平分秋色，那她确实配得上我哥哥，我要帮哥哥把她骗过门。天当棋盘星当子，谁人敢下？地做琵琶，路做弦，哪个能弹？虾公子，本公公此次前来，是邀请您参加丞相品评大会，京城文坛3000才子，300才女都会去哦。就在二人交谈时，经过洋葱洗礼的江福雪眼泪汪汪的走了过来。林公公，雪儿也想陪哥哥去见见世面，求求啦！望着楚楚可怜的江福雪，段云秀顿时心都化了。只要你哥哥同意，带你一个也无妨。雪儿只要答应跟紧哥哥，咱们就一起去见见世面也好，说不定将来我家雪儿也会成为京城闻名的才女。雪儿只是想见识见识京城还有哪些才女，绝不跟陌生人说话。雪儿最近怎么关注起京城才女来了？雪儿希望那些德才兼备的才女，如果还没有婚配，将来都做雪儿的嫂子。要论德才兼备，定国侯府穆小姐无人能出其右哦。林公公童言无忌。怎样才能帮哥哥把这个假公公拐回家呢？他的荷包里还有几片洋葱没用呢，但这个林公公见多识广，他不敢乱来。雪儿，我记得你说过，是你哥哥把你救回来的。是呀，当时雪儿随爹娘赶往京城，半路遭遇了上百名训练有素的强盗，爹娘和护卫都死在强盗手里，是哥哥他路见不平，一人斩杀了所有强盗，救了雪儿，但哥哥他也因此身负重伤，往鬼门关走了一遭。他一个人斩杀了所有强盗。雪儿，我是代表天子而来，专门照顾你哥哥这位兰陵侯之子，你千万不可欺君。林公公，我哥哥的确是文武双全，有心报国，将来一定能为大周镇守一方。那100名强盗有多厉害？雪儿的爹娘和随行的20名护卫都死在强盗的刀枪和弩箭下，他们无一伤亡。那你哥哥又是如何单枪匹马歼灭他们？雪儿当时吓懵了，只知道哥哥用枪和一手飞刀，等雪儿回过神来之后，那些强盗都死了。你哥哥如此英勇救人，为何不见官府通报？哥哥想深藏功与名，不让雪儿说出去。两人对视一眼，内心极为震惊。这种悍匪肯定是谁家训练出来的精锐，2年前在敌人有弩箭的情况下以1敌100，还要保护一个8岁女孩，还能全歼敌人。就算是秦雪姐姐也没有可能，敌人就算不是她的对手，难道不会跑吗？不管江福雪如何保证，段云秀和飞云就是不信，只道是他过分吹嘘自己哥哥的勇武。哼，真是井底之蛙。丞相为何愁眉苦脸？实不相瞒，我还邀请了已故的兰陵侯之子虾仁。爷爷何故邀请此人？他现在的身份可是个商人，不像秦雪，经商只是因为尽孝。他最近写的几首诗不错，书法也别具一格。叔公，那虾仁的事迹我也听说了，他与镇远侯府不和，您把他也请来，只怕南宫小姐会有微词的。镇远侯那边倒不是什么问题，我担心的是端木家那2位会因为南宫明被虾仁退婚的事而孤立虾仁。众人默然。端木家在京城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历任5经博士必有端木家的名额，京城超过1半儒生算是端木家的门生。小云来了。小云来人正是诸葛辉的亲孙女，京城第2才女诸葛云。爷爷，秦雪姐姐，小云有礼了。小云有何看法？我听过兰陵侯的事迹，就冲兰陵侯以身殉国的这份壮烈，爷爷就应该给虾仁一个机会。但我也理解爷爷的担忧，不如到时候就由我和秦雪姐姐主持宴会，爷爷为国操劳，犯不着为几个后生的私人恩怨而伤脑筋。老师，这倒是个好主意。由小云和秦雪主持，那些才子还不得拼着命表现？谁还有心思去管虾仁啊？咱们这位丞相为人方正，而且还会看相，
有多准？8九不离10。我的身份敏感，不方便在人前露脸，你也懂的。多谢林公公，我会见机行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行，你见了谁都得说人话。好的。还有件事，你会武功的事，先不要外传。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将来说不定能让你以书生的身份担任武官，遂了你从军报国的心愿。虾仁愣了愣，看向江福雪，小姑娘一脸无辜。在下诸葛城，阁下就是虾仁虾公子，幸会。虾公子，端木家和镇远侯府的才子才女也都在我们府上，希望你能担待一下。无妨，我不喜欢找事。交谈和宴会还没有开始，虾公子可以在这附近随便转转，稍后会有专人来提醒你们。哥哥不去认识京城才子吗？其实哥哥对此行根本没兴趣，只是不忍心扫了林公公兴。哥哥总是为了自己的亲友迁就。江福雪说着说着，突然脸色苍白。虾仁很快就察觉到江福雪的变化，急忙询问：雪儿身体不舒服吗？虾仁顺着江福雪的目光看向西边门口。雪儿，你认识那人？哥哥，那个人是坏蛋。有多坏？穷凶极恶。穷凶极恶？难道是你爹娘的仇家？虾仁顿时拉下脸来，冷眼注视着公孙无极。公孙无极感受到虾仁的敌意，又惊又怒，心中暗骂：他娘的，这小子拐了我妹妹，居然还有脸用这种眼神瞅我。江福雪两个哥哥的敌意随着彼此对视逐步升温。打起来，打起来，这才是好哥哥嘛！对面只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罢了。无极，那两人是谁？不认识，咱们走吧。雪儿，刚才那个人叫公孙无极，是你爹娘的仇家？那倒不是，只是雪儿很讨厌这个人，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雪儿在巴蜀见过他，他还会强抢民女，鱼肉百姓。我看他不像那种人，在巴蜀那会儿，我也偶然听过，此人行事方正，而且是公孙家的长公子，怎么可能强抢民女？至于鱼肉百姓，那公孙家在巴蜀经营100年，比咱们大周的历史还要长，在巴蜀是颇有民心的，这也是大周高祖选择招安他们，而不是征服的原因。雪儿也只是听说的嘛，而且他以前总是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雪儿，比如像刚才那样，有时还涩涩的。雪儿的爹娘惹不起他家，才带着雪儿逃离巴蜀。什么？这货难道有恋童癖？不过哥哥也不必为了雪儿得罪公孙家，该怎么跟他们做生意就怎么做嘛。那不行，敢打我妹的主意，这公孙家不能合作了。明风，那人就是虾仁，他把我妹拐跑了。我看此人气度非凡，绝对不是坊间传闻的那般不学无术。那你觉得他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能得你将左卓明风如此评价的，仅此一人而已。你认为此子将来可能有资格逐鹿中原？未必是逐鹿中原。你想想，大周女帝尚未婚配，倘若此人，公孙无极心领神会，却无言以对。江左豪杰卓明风，视之其事，算无一策，是公孙家好不容易寻访的谋主。备受排挤的虾仁却在他这里得到如此至高的评价。公孙四小姐似乎也依赖此子，杀之不降，不如趁着他还没有为女帝效力，尽快想办法招揽他吧。正好，只要他肯加入我公孙家，那小妹回家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怎么招揽合适？把你三妹从巴蜀调过来，让她以美色征服此子，就让此子成为公孙家女婿。哥哥包的橘子真的好好吃。正在远处偷偷观察的公孙无极，把江福雪的反应看在眼里，双眼机遇喷火。这臭丫头以前不是最讨厌吃橘子吗？畜生啊！她到底给我妹喂了什么迷魂汤？联系好都变了。你们听说了吗？这一次来京城拜访诸葛丞相，还有江南各地的才子俊杰，连江左的卓明峰都应邀而来。何止卓明峰，还有大楚第一奇才秦风，听说也会来。虾仁听着周围的议论，总算明白了为何林公公一定要自己来一趟丞相府。若有人在本次宴会崭露头角，必然名声大噪，官运亨通。抱歉，刚才实在忙碌，招待不周。无妨，只是我有一个问题，巴蜀公孙家的长公子公孙无极也来了，与公孙无极同行的那名气度非凡的书生又是何人？与公孙将军同行的书生，你说的可是人称江左鬼才的卓明峰？看来是他了。看来你也知道此人事迹，我就不赘述了。如今他可是巴蜀与朝廷交好的关键，功不可没。陛下已经册封他为义侯，
夏公子，你也是丞相府的贵客，但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今天与会的还有大楚那边的俊杰，咱们切记谦虚点。秦雪说那手秋词是出自你之手，你也因此得罪端木云城了。再加上镇远侯府，你在京城文坛的处境不太妙。无妨，我这人心态极好，也不喜欢没事找事。殿下已经寻访到很多人才了，不多，就一个，就这一个，将来能顶千千万万的人才。这么厉害？那是谁呀？就是那个虾人。那虾人居然能得公主如此盛赞，不可思议哦。话虽如此，但他其实一点都不喜欢舞文弄墨的那几首诗，都是我让他才肯写的。不喜欢舞文弄墨，喜欢经商吗？他经商是为了实业救国。诸葛云不以为然，但也不敢反驳这位公主殿下。段云秀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此女，他如今操心商业，可能没心思去研究文学方面。一会儿你们两位多照顾照顾他，别让端木家和南宫宁过分挤兑他。公主殿下有命，臣等定当尽力维护虾人。小云，你说是吧？那是自然。臣再斗胆一问，看公主殿下的意思，似乎是有心招虾人为驸马。怎么可能？没那回事。虾人他自有姻缘。傻妮子，藏不住了吧？这虾人究竟何许人也？诸葛兄，那个就是南宫宁。是，不过你既然已经与他退婚了，天各一方，井水不犯河水嘛。哼，就是这个女人让我哥哥蒙羞。雪儿要沉住气了，不能在那些人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哦，诸葛兄别来无恙。原来是邢公子，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冒昧一问，阁下莫非就是江左卓明峰？邢公子认错人了，这位是我大周已故兰陵侯之子虾人。抱歉，我看阁下气度不凡，还以为是江左卓先生。邢公子谬赞了。公子，咱们还有要事，希望改日能拜访阁下。虾公子，宴会快要开始了，咱们不妨也去前排。无妨，我更喜欢清静。诸葛城不复多言，交代了几句之后，独自离开。正在陪卓明峰休息的公孙无极也听说了邢峰把虾人错认成卓明峰的事，失声惊叹：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他能把虾人错认成你，可见他也认为虾人是英雄豪杰。连你四妹都能死心塌地跟着他，按你家的说法，此子也算是承接天运。我先前说的把你三妹调过来搞定此子的事，趁这虾人还是白身，你再考虑一下。不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但我的小妹已经能为了虾人以死相逼，要是再搭上自己家的宝贝三妹……大少爷，卓先生，大楚定国侯之子邢峰来访。幸会，百闻不如一见。先前在下误将虾人错认成阁下，实在是不好意思。无妨，我也认为此子不凡。一旁的公孙无极心里却涌起了满满的危机感。自己的小妹看来是跟了最不应该跟的人。三人坐而论道，交谈了一会，见宴会开始了，邢峰便告辞离去。真英雄也，虾人在你眼里也算是人中龙凤。你认为这邢峰与他相比如何？虾人或许更胜一筹。所以你三妹的事，你能不能别提我三妹了？雪儿想吃什么只管吃，不必拘束。刚才诸葛兄也介绍了，每隔3年，丞相都会在府上举办这种宴会，品评后生，后生们趋之若鹜。实际上，宴会是由国库出资举办的。陛下的用意就是希望各地的英才俊杰来到这里之后，能够畅所欲言，大快朵颐一回。哥哥包的橘子真的好好吃。正在远处偷偷观察的公孙无极，把江福雪的反应看在眼里，双眼机遇喷火。这臭丫头以前不是最讨厌吃橘子吗？畜生啊！她到底给我妹喂了什么迷魂汤？联系好都变了。你若总是对此子抱着偏见，就永远无法正视他、认识他。明峰，这个虾人拿杯子的手势和我见过的一位高人如出一辙，一个如今连我爷爷都找不到的假死之人。只要他还活着，我爷爷便不敢怀有自立之心。若他真是出自此人门下，你所说的一切我就不意外了。那你三妹的事，你能换个话题吗？两人沉默。过了一会，公孙无极叫来随从，低声腹语：你写信回去告诉三小姐，四小姐被个畜生拐跑了，这会儿人在京城，情况如下。
原来雪儿这么喜欢吃橘子，以后哥哥天天给你买。还是哥哥对雪儿好。畜生啊，畜生！虾公子、邢公子、公孙将军、卓先生，你们怎么都在后排？为何都不来前排坐坐？承蒙抬爱，我在后排坐着就好了，不打扰诸位交流。在下觉得后排挺好，多谢云姑娘费心了。我也觉得后排挺好，云姑娘主持宴会辛苦，不必为我二人费心。是吗？云姑娘、邢公子、公孙将军和卓先生名满天下，坐在前排，我等心服口服。但这虾仁不过是市井商人，罪臣之后何能过来占位？就事论事，难道商人就不是人吗？小女子也替家父打点家族产业呢。秦雪，这虾仁怎么能和你相提并论？他英雄不问出处，端木公子此言差矣。邢公子说的不错，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往圣先贤，不乏出身穷苦，岂能以出身论人品？我也赞同卓先生的说法，单凭虾公子的诗词和一手书法，他就有资格来前排高谈阔论。正在众人议论之时，2楼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丞相，那虾仁可入得你的法眼？参见陛下，陛下来丞相府，为何不派人通知？此番宴会俊杰云集，朕不该打扰。那虾仁情况如何？我跟你说，连邢峰和卓明峰都为他说公道话，他还被邢峰误认成卓明峰，那暂且静观其变。我哥哥是商人又怎样？他还乐善好施，知道救济流民，哪像你们几个，明明家里富可敌国，成天只知道纵情享乐，流连风月场所。你们应该明白什么叫舔猎门墙。舔猎门墙？你说我等应该惭愧，自己不配来这丞相府。他是虾仁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捡来的妹妹。舔猎门墙，这小女子居然懂这么多。你给我闭嘴，这里没有小屁孩说话的份。他娘的！你们有什么不满可以冲我来，堂堂7尺男儿竟连尊老爱幼的道理都不明白。枉你端木云城自诩饱读诗书，号称京城第一才子，跟你一个罪臣之子有何可说？我大周作为中央之国，立国之初便讲究以德服人，自我祖父一辈侍奉高祖起，便极力怀柔一族，促成我大周与边境各族修好，维持长久和平。我国由此则不与内四海臣服。我端木家世代为国效力，忠心可见。谁成想17年前，兰陵侯身为北境统帅，主张巩固边防，我大周因此与北胡各族互生嫌隙，渐行渐远。以兰陵侯为首的主战派一再激怒一族，最终导致北胡联军南下，势如破竹，国土沦陷。放屁！当年之事岂能怪兰陵侯？若不是兰陵侯领兵断后，大周早已覆灭。你们这帮读书人，成天就知道风花雪月，指点江山，但凡去一趟前线，也不至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征北将军，我说的可都是事实。主张巩固边境防线是兰陵侯，丢了故都的也是兰陵侯。你不能因为人家战死沙场，就把他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吧？一派胡言！你他娘的！阁下便是征北将军吧？多谢。不过我建议先让他们把话说得明明白白。虾仁，他们诋毁的可是你爹啊！征北将军若是不嫌弃在下出身微贱，不如就在我这里坐坐。穆凌霄一愣，只好硬着头皮答应，站在虾仁身侧，满心郁闷。这便是我朝为何极力崇文抑武的原因。这帮粗人满脑子都是建功立业，打打杀杀，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让国家穷兵黩武，致使我大周众叛亲离。每年花在军费上的钱，但凡有一半用在外交，也不至于引来当年的迁都之祸。云清说的对，如今我爹他们主张怀柔议和，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与北胡各族又能重修旧好，和平相处。唯有贯彻怀柔之策，彰显咱们的大国风度，方得四海臣服，国泰民安。至于兰陵侯之流，一再妄动干戈，导致生灵涂炭，自己也身死族灭，罪有应得。望后来者引以为戒，今后莫要穷兵黩武，祸国殃民。虾仁，你以为如何？在场众人全都一脸怒容，都一脸期待地看向虾仁，希望他能出口反驳。你说的看起来有几分道理呢？众人哗然，都到这节骨眼上了，他为何还要迁就这帮人？姐姐，也许他只是通过经商学会了大丈夫能屈能伸。等等，我认为……端木公子，我还有些疑问。说，我弟让你心服口服。在当年两国交好的时候，北胡各族要的可不是钱财而已，他们还要我大周献上5000名妙龄女子供他们享乐，这种事人尽皆知吧？那又如何？贡献5000女子便可换取两国和平，这些女子与有容焉。
寻常百姓家的女子上不了台面，如你端木家这些世家大族，有不少芳名远扬的宠姬美妾，怎么不让你们贡献出来呢？有平民百姓负责与这些北胡人和亲，犯不着让我们尊贵的官宦子女去。那我再问你，北胡要的可不只是钱和女人而已，还有地盘。他们要地，我大周难道还要拱手让人？极力主张割地赔款的，也是以你端木家为首的朝中大臣集团吧？以土地换取和平，也好过穷兵黩武，削弱国力，有何不可？放屁！你们根本就是一群投降派软骨头。穆将军息怒，等我问完不迟。端木云城，当年北胡是如何得寸进尺，每年掳掠我大周边境财物和人口，使我国数以万计的百姓家破人亡，我爹他们才忍无可忍，力求加强国防。这些往事你却只字不提。大周自立国之日起，便不断遭受这样的骚扰，却在尔等世家朝臣的干扰下，一再委曲求全，致使神州陆沉。自古以来，北胡便是饕餮豺狼，他们要钱，你们便慷慨相赠，只因为花出去的是国库的钱，而不是你们家的。他们要女人，你们也慷慨相赠，却从来只让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忍痛割爱，而你们却能与家中儿女妻妾尽享天伦之乐。你们不过是慷他人之慨，死道友不死贫道而已。北胡要地，你们为了委曲求全，今日割5城，明日割10城，然后得一息安寝，却从未考虑过大周会因此日渐衰弱，兵无战心，民变四起。你们为什么这么慷慨大方，极力主张求和，即使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呢？告诉我为什么呢？端木云城恼羞成怒，这是肉食者所谋，与你何干？本将军身为征北将军，算肉食者吧。本将军也想知道为什么。端木云城，你倒是告诉我。端木云城闭口不谈，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因为他们这帮从前朝开始就当了几百年墙头草，只要见风使舵，即使我大周覆灭，对他们而言也不过只是换个主子而已嘛。胡说八道！我端木家拳爱国之心日月可见。他怎么就胡说八道了？你们几家，特别是你端木家，不就是从前朝开始就喜欢见风使舵，换主子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一派胡言！为何我爹他们这些将士极力主战，就是因为他们见惯了北境无数平民百姓家破人亡，甚至被北胡灭族，女性沦为军妓，甚至被当成二脚羊食用。一族入侵，天下一主，你们是可以凭借手里的资源随便换主子，但我大周几千万百姓却只能任一族宰割。读书人本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尔等枉读圣贤书，一门心思只在搜刮民脂民膏，只在官场蝇营狗苟，党同伐异，也配称为读书人。而我爹与10万将士本可以撤兵求全，却要为了掩护数以百万计的大周百姓，毅然断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当年有多少人毁家纾难，只为能驱逐异族，让这破碎的山河能有喘息之机？有多少父母妻儿姐妹拿着死字旗，送自己的儿子、父亲、丈夫、兄弟奔赴前线，就为了夺回失地？到头来，比你们壮烈的，比你们忠诚的，却是这帮以身殉国的将士和大周千千万万被你们视为蝼蚁的百姓。你们有什么资格以读书人自居？我们饱读诗书，还不配称为读书人，你就配吗？你倒是告诉我啊！你虾人不过只是一个罪臣之后，你配吗？贩夫走卒，皆可报国。我虾人未卑，未敢忘忧国，粗通文墨，今日便以此失明志，让你见识见识何为读书人。我来给你磨磨。贩夫走卒，皆可报国。与虾人相比，这群所谓的世家才子才是真正的笑话。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穆晴雪磨墨，虾人提笔一挥，哼哼，红袖添香。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此诗一出，全场皆静。有朝一日，我大周自当克复北境，夺回失地。曾经为国死难的万千军民，将成为大周史册里最壮烈的一笔。而你们这帮卖国求荣的世家子弟，却只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里，受尽后人谩骂。正所谓尔曹参与民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100年之后，蝇营狗苟、卖国求荣之辈早已失去了人和名，但为国捐躯的将士却如那滔滔不绝的江河，万古长流。端木云城等人铁青着脸，气得浑身颤抖，无言以对。在下秦百里斗胆希望能与虾公子结交。在下林修敬佩虾公子报国之心。在下秦勋。一时间，原本还在吃瓜的过半才子佳人，纷纷向虾人行礼，报上名号。在宴会上大放异彩的虾人，回想起自己将那首11月4日风雨大作送给林公公后，林公公那娇羞的模样一直印在脑海。我不会真被林公公掰弯了吧？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哥哥，林公公打算什么时候带你入宫面圣？雪儿也想去嘛。雪儿年幼无知，不能坏了哥哥的好事。只是雪儿听说那位陛下冷若冰霜，是典型的冰山美人。哥哥，这是洋葱啊，有催泪功效，阿婆帮你买的。哥哥知道这东西能催泪？当然知道。那哥哥一定也知道，雪儿有好几次是利用洋葱假哭的。那哥哥为何还要纵容雪儿？雪儿是为了哥哥而牺牲，哥哥对你只有愧疚，又怎么忍心拆穿你呢？牺牲愧疚？难道哥哥知道自己其实是公孙家四小姐？只是这洋葱刺激眼睛，可能对小孩子的眼睛不好，以后要少用，好不好啊？哥哥对雪儿最好最好了，以后雪儿要给哥哥找好多好多漂亮又贤惠的嫂子。右丞相奉旨举办品评宴会，满载而归。我朝读书人忧国忧民，风骨犹存，深知蛮夷乃是豺狼，不可构合，朕心甚慰。众卿家觉得这首诗写得如何？字字珠玑，堪称绝妙。两位端木卿家何故一言不发？陛下，臣等始终认为蛮夷只需怀柔，不该妄动干戈。17年前迁都之祸，生灵涂炭，历历在目。若我大周因此绝了与蛮夷友好的通道，只怕……端木卿家此言差矣。当年迁都之祸，究其根源，恰恰是因为养虎为患。北胡人收购我大周铁器和粮食，得以发展壮大，趁虚而入。北境空虚，失职的乃是兵部。臣等已尽心尽力，奈何前线作战不利，兰陵侯拥兵自重，不听调度。如今兰陵侯之子虾仁又妄议主战，妖言惑众。这套说辞，先皇和朕已经听了无数遍了。朕与右丞相等人商议，要彻底断绝与北胡通商渠道，严禁走私北胡，即日推行。小云，你今天的箫声与往常不同，可有心事？爷爷是不是觉得虾仁很不错？那你久居江南，觉得他比江南那些才子如何？昨天与会的也有不少江南知名才子，比如秦百里，可我看得出来，爷爷对虾仁的评价肯定在他们之上。我也觉得虾仁很不错哦。此子未来可期，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才没有，已经有人看上他了，我就是觉得他确实很不错。看着娇羞的孙女，诸葛辉一脸愁绪。那虾仁未来可是要做大周帝君的男人，可不能将云儿往火堆里推。正当诸葛辉想要开口之时，旁边的愣头青诸葛成却抢先一步。爷爷，我也觉得虾仁这人很不错的，将来说不定真能和小云喜结连理。讨厌，大哥你又口无遮拦了。诸葛辉看在眼里，想起穆晴雪和段云秀，顿时一个头两个大。这丫头怎么好端端的就从江南跑到京城来的呢？穆夫人，虾仁，我来给你道个歉，真没想到原来你只是怀才不遇，有心报国。穆夫人爱女心切，我当然能理解，不必自责。娘听说了虾仁的事情，总算不反对自己嫁给他了。虾郎君，等着老娘拿捏你吧。虾仁，你觉得小女如何？不愧是第一奇女子。哎呀，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人家可是娇滴滴的弱女子呢。这孩子一表人才，又有一腔报国的热血，倒也配得上自己的女儿。只是一想到自己女儿那天生蛮力，武艺高强，就如自己婆婆那样，将来这孩子免不了变成自己公公妻管严，穆夫人又实在有些不忍心，叹道：咱们好好谈谈白糖的生意吧。我定国侯府想先预定1万两白糖。夫人，我手里现在还没有这么多白糖，而且我最多只能每次供应给你们一半。无妨，咱们签了协议，你若是供应不上，也不必赔偿什么，只归还定金便是。这位夫人对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实在让他有些意外。虾公子，其实当年迁都之祸，我外公外婆还在北境，也没能幸免于难，所以我娘一直很痛恨北胡的。而北胡之所以壮大，离不开一些唯利是图的大周商人给他们提供的物资。夫人放心，家父还被北胡枭首示众，我虾仁怎么可能与北胡做生意？
恰恰相反，今天我虾人赚到的每一个童子儿，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射向北湖的利剑。虾人，你会武艺或者兵法吗？略懂略懂。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很期待将来与你并肩作战的一天。今天带你来面圣，我明白你的洒脱，不过皇宫是重地，你多少要注意一下礼法，不可造次，一定要给陛下留下最好的印象。有劳林公公费心了。我去禀报陛下了，稍后会有其他公公来带你面圣，你可要明白规矩。本宫这就去沐浴更衣，今天就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这里是接待贵宾的新店，你可知道面圣的规矩？规矩是林公公带我来的。现在你归咱家管，林公公也不顶用。哦，公公请笑纳。随咱家来吧。你便是虾人，这里是皇宫，要注意。又是一个要规矩的死太监。我懂，公公请笑纳。贿赂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位公公要规矩，全当是给公公你的见面礼，请尽快带我去见陛下。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眼下头等大事是见到陛下，区个人小节算得了什么？等我面圣之后，一定要向陛下举报这两人收受贿赂。他就是当今圣上啊！你是陛下？你连朕都敢贿赂？不，是他先找我要规矩的。我以为陛下也是公公，也好这口。不必解释了，这位公公，你先带他去御书房。诺。飞云，他是如何回应你的？回主上，他说先见主上要紧，个人小节无足轻重。他还说见了主上之后，一定要举报主上和林公公收受贿赂。哦，这么说，他还是一个为大事不拘小节之人。陛下，我朝开国至今已有几年？55年。55年，原本还只是一个朝代的上升期，而今天的大周却仍是百废待兴的光景，与王朝末期何异？所谓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五朝崩溃之后，群雄并起，百姓饱经战乱，人口锐减，最终由高祖取而代之，定号大周。大周立国之初，也是高祖和士族与民休养生息，鼓励生育，才让大周人口恢复到五朝水平。然则50余年过去，却与五朝末期一样，这是为何？是你信中所说的土地兼并问题。这只是表象，真正造成亡国之兆的原因，是因为朝廷的税收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土地掌握在官绅的手里，而这些官绅有免税的特权，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地主，国家不能从他们的土地上收税，为了维持开支，自然要从百姓身上盘剥，百姓不堪重负，最后当然是揭竿而起。那你可有良策？臣有8个字可改变当前现状：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此法倒是有望解决财政困境，但如此一来，就要得罪这些官绅，只怕后果同样严重。陛下，臣刻下猛药，如今军权还在陛下手中，若等各地军权逐渐脱手，到那时候便是真正的无力回天了。唉，那以你之见，只怕这样还无法充实国库。我还有一策，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以土地数量收税。这样一来，国家土地收入就大大增加了，妙啊！陛下，其实这样对一个末期的王朝来讲，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才想要经商。夏爱卿忧国忧民之心与朕不相上下，那朕如果让你代替朝廷经商，你能为朝廷带来多少收入？陛下，其实臣还有一策制盐之法，现在的海盐制作都是通过晾晒，耗时耗力不说，收获也甚少。臣改进后的煮盐之法，成本低，收获大，每年至少增收500万，甚至几千万两。好，得卿如此，朕复何求？虾人，您可也是给了我大大的惊喜呢。你是？怎么认不出本公公了？你是林公公，还算您反应机灵。虾人看看女帝，再看看段云秀，发现两人竟有5分想象，不由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公主殿下竟然会扮成太监，结交我这一介草民。哎呀，本宫这不是爱才心切才出此下策吗？不过本宫可听说了，你连皇姐都敢贿赂，胆子可不小哦。误会都是误会。一旁的女帝看在眼里，不由得露出宠溺的笑容。爱卿，你说的这些为国之策，朕牢记于心。不过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世家之害。陛下可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臣有一物可掌控天下舆论，从而让民心所向。是何神器？
此物名为报纸，可广发天下，上面写满了陛下如何勤政爱民，高祖和世祖是如何呕心沥血造福大周。如果只是一个人在看这份报纸，倒也不一定有用，但如果大周千千万万人同时看这份报纸，自然是一呼百应，从者云集。而且咱们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读物，增加报纸的推广力度。还有这种掌握舆论的手段，闻所未闻。可是这报纸成本很高吧？几文钱一份，因为臣还有与之相对应的造书之法，活字印刷术。什么是活字印刷术？就是将每个字刻成印章，随意组合印在纸上，就可以替代人工书写。你为大周贡献如此之多的良策，朕就封你为一品皇商，许你进行一切商业活动，包括盐铁生意。盐铁就不必了，臣原本只是想寻求酿酒和买卖粮食土地的特权，想不到陛下如此慷慨大方。朕相信你自有分寸。不愧是本宫选上的男人，面对赏赐也不卑不亢。晚宴过后，女帝特许虾仁在宫中留夜，虾仁也喝得有点多了，坐在房檐上乘凉。虾公子，我把你带进官场，会不会有些过分了？臣只觉得不胜荣幸。以后你不必对我称臣，我对你都没有架子，你私底下叫我名字不就好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还算不算是你的知己？公主，你现在可不是林公公，而是女孩子。女孩子就不能成为你的知己吗？可以是可以。他隐约感觉到这位公主对自己有几分好感。不勉强你了，咱们知己是做不成了，还能做朋友吧？虾仁陷入了沉默。朋友也没得做吗？公主，咱们依然是知己，是朋友。闻言，段云秀心花怒放，只感到眼前豁然开朗。今晚的夜色真美啊！我跟你说，他竟然真的有安邦定国之才。穆晴雪惊喜之余，又黯然垂首。原来他这么优秀，我还配得上他吗？天底下除了晴雪姐姐，还有谁配得上他？你也是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与他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唉，傻妹妹，其实他和你更般配，的确是大周驸马的最佳人选。段云秀心中一动，也不再隐瞒，向穆晴雪述说了自己姐姐让他们并敌的意思。你不必担心长辈刁难，将来我皇姐亲自下诏封你为公主，咱们一起努力，别让她被抢走了。一起努力，为了咱们的皮鞭和滴蜡计划。房间里又响起两个女孩子兴奋窃喜的尖叫声。兰陵侯为国捐躯，沉冤得雪，其子虾仁又有心报国，深得朕心。朕与丞相等人商议之后，决定正式授予他一品皇商之头衔，官阶定为7品，并赐官印，许其一切商业活动，包括盐铁，以他今后的表现作为考察标准，若有益于国家，便加官进爵，给他正式的官职。陛下，此事万万使不得。有何不可？陛下，商人向来唯利是图，若此子能够插手盐铁，日后定当变本加厉，与朝廷争利。届时陛下就算将他的特权收回，也堵不住悠悠众口。你们几家名下也有诸多产业吧？也是唯利是图。吾皇圣明，此子赤胆忠心，有乃父之风，臣愿为担保。右丞相，你眼下国库空虚，虾仁以白糖起家，展现经商天赋，又仰赖陛下栽培，大可一试，相比之下，可谓大人家资巨益。也不曾见你们在国库空虚的时候慷慨解囊，又怎能智慧此事？他虾仁难道就能慷慨解囊？南宫卿家，你还真猜对了。虾仁已经向朕承诺，今后其名下白糖产业的利润可以取其中1成，以朕的名义救济流民，其中5成进献给朕，他只取4成。如此忠君报国之举，若诸位也能效仿，朕不介意让你们也做皇商。一听6、4分，现场群臣瞬间无言以对了。你说什么？1品皇商？他这么快就投效朝廷了？竟然为虾仁新设一个官职，1品皇商。民风事已至此，那我三妹还有必要来吗？招揽虾仁是没有可能了，现在这算是你家私事了，我不便插手。至少要把小妹带回来吧。她既然投靠了女帝，我三妹断然不会看得上她。卓明风笑而不语。卖报，新鲜出炉的大周日报嘞。秦兄那是何物？不清楚，看样子像是书籍，走，我们去看看。兰陵侯沉冤得雪，其子虾仁也被封为1品皇商，不过经商终究难登大雅。你们看这首《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遗憾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好词好词啊！不知这首词是何人所作，当真大才。你们看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作者虾仁。一时间满大街的大周日报争相传颂。虾公子，不知为何，一见到你的佳作，我便惊为天人，就连心急也很少再犯了。一大早看完大周日报的穆晴雪便来寻找虾仁。穆小姐以前心急很频繁嘛？是我爹娘以前总是想逼我和世家联姻，我很心痛。即使现在他们放弃这个心思，我还是时常难过害怕。多亏最近虾公子相救，还屡次语出惊人。看到虾公子写的诗词，终于让我开心了那么一点。这样啊，可否给我支笔？穆晴雪心中疑惑，但还是一口答应。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穆小姐，这首送你，能否让你更开心一点？穆晴雪这才回过神来，低下琴手，呼吸也变得有些局促。虾公子写的是我。穆小姐以后一定要开心一点。自古红颜多薄命，有不少女子就是郁郁而终。这首应该送给云秀公主才合适。给你的就是给你，若有必要，我再给她一首便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穆晴雪注视着虾仁的受精体，不知不觉念得入神，心中的愧疚无以复加。自己的心急只是为了接近他的谎言，他却为了让自己开心，给了自己这么一首绝美的诗。那我该如何回报虾公子呢？穆小姐一直关照我的生意，我铭记于心，这首诗就作为谢礼。恭喜晴雪姐姐，看来虾仁也喜欢你呢。你猜错了，我总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位故人，而不是心上人。经过这些天的相处，我算是明白了，他这人不卑不亢，行事沉稳，不像是用容貌就能打动的。换做以前，晴雪姐姐一定会说老娘要定他了。云秀妹妹说的不错，可是不知为何，自己现在却像个得到了夸奖的小女孩。我是不是该向她坦诚，然后道歉？哥哥，云秀姐姐来了。公主殿下。哼，不要这么叫人家。虾公子，殿下提醒过你了，你可以对殿下直呼其名。云秀，谁惹你不高兴了？你好大的醋意。你我既然是知己，有话直说。你给晴雪姐姐写了那么优美的清平条，我都没有。虾仁顿时沉默了。原来是这事。段云秀说出了心里的委屈之后，心情也好了许多，望着虾仁，弱弱地问道：以后也专门给我写一首吗？少女楚楚可怜的注视，足以秒杀世间任何男人。我马上给你。真的？哎呀，这事也不急，我刚才只是气过头了而已。无妨，给他写的时候，我就已经料到此事。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首是给我的。对，你且收好。原来他早就料到了。完了，他知道自己会吃醋，就说明他知道自己。虾公子，我只是生气，你只给晴雪姐姐写，却不给自己的知己写。段云秀开始做贼心虚般狡辩了起来，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转移话题。你说我要怎么回报你呀？就有劳你转告陛下，能不能安排一些你们信得过的情报人员，替我搜集一些情报，再借我几个临时的掌柜，靠得住的。当然没问题了，你现在可是一品皇商，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有什么需求都可以让我转给我皇姐，就算你要组建一支私兵，我皇姐也不会反对的。我还能组建私兵？不错，你以后商业扩张总需要有一点自保的能力。不过你的这些私兵都必须入军级，平时驻留在京城里的人员不能超过2000名。以后再说吧，我现在可是连50名精兵都养不起。只要你一直忠君报国，我相信你将来可以统领千军万马。咱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来。咱们听出虾仁没有把自己当成外人，段云秀心中甜蜜。对了，晴雪姐姐托我问你，您写给她的那首诗的内容能不能外传？你告诉她，只要她能开心，想怎样都行。你是说陛下念你报纸功劳，许你36匹战马，所以你要寻找忠诚勇武之士？不过陛下虽为你开了如此特权，可是定国侯府这边都是已经养成的亲兵。小雪，你记不记得那群烟云豪杰啊？孩儿哪懂这些打打杀杀的？这孩子不愧是他奶奶一把手教出来的，这演技呆苦了我这未来女婿了。烟云豪杰，这群烟云豪杰个个都是武艺高强的力士，经过老定国侯2年的栽培，已经通马战，只是将领嫉恶如仇，得罪了人，才被退了军籍，如今只能走镖为生。那雷洪将领有万夫不当之勇，力大无穷，马战实力不在我儿之下。你若能折服他们，他们倒是配得上这36匹好马。他们目前有多少人？
18人，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的猛士。哦，这是上天奖赏给我的烟云18骑吗？好家伙，我一定得拿下！如此，多谢穆世伯告知。接着虾人向穆平问清了地址，孤身前往。在下虾人，先父乃是已故兰陵侯。听说你是个商人，想雇佣我们？不错。既然是商人，那就没得谈了。洒家和兄弟们对商人不感兴趣。你们的志向是什么？难道不是建功立业、封妻印子？跟着商人建功立业。你们是戴罪之身，我曾是罪臣之后，先父得罪了太多世家大臣，所以我和你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受那些世家待见，经商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我如今也做到了一品皇商，为天子办事。商人都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哪个不是说的天花乱坠？不就是想骗洒家们跟着你混？你的心眼还不如公羊云多。嘿，老大，那块石头可是足足有300斤，这小子看起来举得比你还轻松。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我现在只问你们一句，想不想顿顿喝酒吃肉？想不想有朝一日随我印马瀚海，横扫大漠，名留千古？光有力且不顶牛，洒家能不能试一试虾老板的武艺？爹，你明明知道他们目不识丁，干嘛还只给他一封推荐信？为父只是在考验他，顺便看你的反应。你看看你，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真以为你那点小伎俩瞒得过为父？啧。哼！穆清雪忍不住白了穆平一眼，转过身背对着穆平，生气了闷气。哎，听说当年是虾人他爷爷促成了我父亲的婚事，如今我父将小雪许配给虾人，不会存着报复的心理吧？正当两人各自想着心事，门口小厮突然禀告：老爷，虾公子带着那群烟云豪杰来了。多谢穆将军主人推荐洒家。主人，你是怎么折服他们的？以德服人吧，武德也算德嘛。洒家和兄弟们决定，以后就做主人的烟云18骑。多谢定国侯府一直以来的关照。我与雷洪他们理念相同，一拍即合，算是惺惺相惜了。这群目不识丁的猛汉，最恨的就是奸商和狗官。如今的虾人既是商人，又是七品官，怎么就成了？带着一脸困惑的穆平设宴招待了众人。朕听闻你将那36匹好马都赏赐给了麾下众人，如今你无好马，所以将这匹红狐赏赐给你。此马可是名副其实的千里马，还在幼年时期就从北京进贡给姐姐，性格温顺，但不适合女子骑乘，因此一直寄养在皇家马厩里。多谢陛下，不知哪里还能弄到这种级别的宝马。你可听说过白龙影？臣自小在巴蜀长大，那里消息相对闭塞。这是从五朝时期流传下来的故事，在西北草原有一匹马中之王白龙影，身材巨大，通体雪白，声如炸雷，奔跑时犹如一道白影一掠而过，更能震慑豺狼虎豹。就在近期，定国侯又从边境传来消息，他带兵出巡的时候发现了白龙影出没，声如炸雷，速度远超自己坐下宝马。五朝离现在最近也有40年，一匹马不可能活这么久，应该是白龙影的后代吧。定国侯送来的消息一向可靠，他自己坐下宝马也是千里马，却追不上那白龙影，自然也就没有了消息。等边境那里有了消息，或者抓到这匹神驹，若能得如此神驹，送你也无妨，前提是你能驯服它。此外，你想要千里马，可以等定国侯回来，他手里掌握了至少4匹，请示过朕，专门用于赏赐将士。多谢陛下。虾人招揽燕云豪杰的事，很快也被各家知晓。那雷洪有万夫不当之勇，无一不在我之下。其余燕云豪杰只要培养得当，无一不是天下骁锐之首。你我屡次屈尊降贵，求而不得，那虾人居然……我似乎还是低估了虾人，必须通知我三妹尽快来京城，想办法带走小妹。无极，事到如今，还是叫你三妹回去吧。我总觉得她也要陪进去。什么？这可是你的提议，现在你怎么还反对了？此意10比1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现在能带回小妹的，只有我三妹了。你应该也清楚小妹对我们公孙家的意义，无论如何都要让她回归巴蜀。一旦虾人功成名就，能给她更多照顾，更多安全感，她更没有可能回归。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哥哥忙于商业，还要亲自写这些文章，实在是太累了。雪儿也想帮帮哥哥。让你一个孩子写字也太累了，以后交给专人去安排内容，收录文章便是。人家可以当作练字，哥哥可以给雪儿讲讲道理和故事什么的，雪儿默默记述，就算赶不上当期报纸，也可以留在后面几期。也对，那哥哥给你讲讲《西游记》好了。
传说东胜神州奥莱国海中有花果山，有一块石头受天地之灵气，享日月之精华，忽然有一日崩开，里面出现一只石猴。老板，殿下和睦小姐、诸葛小姐来访。九州生气势风雷，万马齐喑究可昂。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虾公子可真是好文采。报纸又发行了一期，这是虾仁新作的一首诗。诸葛小姐谬赞了。哥哥，你就让这几位姐姐干坐着吗？待会儿冰糖雪梨也炖好了，大家一起品尝一下。好的呢。三人异口同声答应，同时打量着虾仁，与他闲聊报纸内容。我哥哥的确是才华横溢，等我把他给我讲的《西游记》一字一句写出来，一定能惊艳全国。什么是《西游记》？虾仁无奈，只好从头开始再讲一遍。竟有如此奇思妙想，不可思议。雪儿听到第几回了？5回，哥哥就喜欢吊人家胃口。这孩子以后能第一时间了解《西游记》，如果跟他打好关系。雪儿和你哥哥是怎么认识的？江福雪早有准备，低头做擦眼泪状，随手取出腰间荷包里的洋葱。片刻之后，江福雪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雪儿只有哥哥一个亲人了，没有长辈，也没有姐姐。段云秀三人见他落泪，只觉得心都碎了。不如这样，姐姐我正巧没有妹妹，跟你一结金兰，做你的义姐，好不好啊？我也可以哦，雪儿介意吗？云秀姐姐可是公主，雪儿怎敢？咱们保守秘密，不让外人知道不就好了？就这么说了。谢谢晴雪姐姐、云秀姐姐。雪儿真的好乖好乖哦。小云，你要不要加入这场义结金兰？好呀。哥哥，你还愣着干嘛？快帮我们安排一下结义的仪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静夜思语言简洁明快，意境清幽，这是真正的大巧不工。你们说虾仁这脑袋到底是怎么转的？怎么每天都有惊世骇俗的诗作出世呢？我想家了，今晚我一定要去看月亮。最新刊登报纸上的一首《静夜思》，引得京城众多才子佳人忍不住品评了起来，争相传抄。话说唐僧师徒一行人来到女儿国，那里的女子个个美貌无比。虾仁正在家中给江福雪讲《西游记》的故事，江福雪听得如痴如醉，心中打起了算盘。上次结拜找了3个嫂子，才让哥哥多讲了3章《西游记》，下次一定要再给哥哥找几个嫂子，让哥哥多讲几章，一个嫂子得换2章才不亏。把你弟也拐骗过来，换10章。哦对，我还有一个三姐呢，她可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姐姐。换20章。小魔女终于想起了自己许久未见的亲人，总算有那么几分思念了。虾老板，端木家2公子端木云京即将和镇远侯府千金南宫宁成婚，端木家希望老板能在下一期的报纸上面刊载这个消息，告知全城。你原话告诉他们，在想屁吃。是。神经病吧。哥哥不必难过，天涯何处无芳草，雪儿已经给你骗来3个未来嫂子了。哥哥哪有难过，只是想不明白，他们怎么有脸来找我说这种事。哥哥不难过就好。虾公子，那首《静夜思》很简单，却很美，是吗？二姐姐，哥哥的意思是越美人更美，是吗？再给人家讲讲《西游记》，好不好嘛？少女的撒娇，差点让虾仁骨头都酥了。《西游记》的内容，你们3个领先报纸几个版本，雪儿又领先你们几个版本，以后就让她给你们讲讲呗。不是，哥哥明明那么聪明，怎么现在跟一块木头一样？气死我了！好吧，我给你们讲讲木兰从军，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你们都没听过的。好呀。月光下，虾仁笑眯眯地讲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成蝶，看对面姐妹2人早已哭得稀里哗啦，内心莫名的满足。坏人骗我们眼泪，自己却笑得那么开心。对了，按照虾哥哥的晒盐法，这会儿东海那边应该已经产盐了，很快就会通知我黄姐。那种海盐还可以进一步提纯出质量更好、更安全的精盐，只是成本会提升。今后2种盐可以一起卖，总会有人买得起精盐的。太好了，我一定让黄姐早日推广。就在众人议论虾仁被戴了一顶大绿帽时，最新一期的报纸刊登出来，立马让风向转变。原来镇远侯曾经主动找兰陵侯提亲，镇远侯与他关系极好，所以才答应指腹为婚。结果虾仁长大成人之后，担心耽误南宫宁，还想去退婚来着。结果镇远侯居然连见他一面都不敢。难怪当初虾仁当众退婚，镇远侯屁都不敢放一个，我当时在场呢。
很快流言四起，传出了3个版本。其一，镇远侯后来想抱端木家这棵大树，又不好意思找救命恩人兰陵侯毁了这门娃娃情，就想方设法设计害死了兰陵侯。其二，南宫宁不守妇道，在婚约存续期间勾搭端木云清。其三，端木云清横刀夺爱，勾搭南宫宁。虾仁，爹，他的报纸传播速度太快了，而且还有报纸留作文字，可以长期保存的。欺人太甚啊！虾仁，不行，我要找端木亲家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对付虾仁。穆平看完最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后，忍不住叫来了穆晴雪。消息啊，你还是不是爹娘的心肝宝贝了？爹爹有话直说，不要这么恶心。这还没嫁出去的女儿，已经是泼出去的水了。这孩子以前好乖的。能不能跟虾仁说一下，准备1期内容，讲讲为父和你娘的爱情故事，素材由为父提供，一定很感人的。你爹有时候就是这么臭美，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想让京城百姓都知道，你爹娶了天底下最贤惠的女人，为娘怎么劝他都不听，只能由着他了。消息啊，虾仁可是你爷爷安排给你的未婚夫，但我们是你爹娘啊，他若是对你有意，取悦一下未来的岳父岳母，很合理吧？为父其实是在试探他对你的感情呀，这是不是又可以去看虾仁哥哥了？哎，真拿你们没办法，孩儿这就去。一份报纸的舆论，洋洋洒洒数百字，就有如此威力。明风，卓侯爷，我通知我三妹过来，是正确的选择吧？你能不能别提你三妹了？这里是京城，不是巴蜀，反正你也不听劝，就不怕把她也陪进去。卓明风，你就算信不过我，也不能小瞧我三妹吧？我三妹可比小妹那臭丫头懂事多了，至少知道谁才是她亲哥，陪不了。我都跟你说了，要在虾仁投效女帝之前拿下。既然他已经投效了，你三妹就该回去。我看虾仁此子确实是人中豪杰，但也必定深得厚黑之精华，搞不好他越是不要脸，就越能把我小妹哄得团团转，我就越不能袖手旁观。咱俩再过一阵子就要回巴蜀了，留我三妹在这里主持大局，见机行事才是上上之选，对不对？卓明峰，你说句话啊！你不说话，我好害怕。你能换个话题吗？你这死鬼，再不给我想想办法，回去我就跟我二妹说你在外面拈花惹草。你先冷静一下，不要总是污我清白。大楚那边不是又来人了吗？我的人在他入京之前就煽动了，此乃李代桃僵。若对方能想方设法挟持虾仁，就不必劳烦你三妹了。你不早说，我堂堂巴蜀将军竟会为了2个妹妹的事伤脑筋，奇耻大辱啊！你可能比虾仁更不要脸。小侯爷，这报纸对舆论的掌控力也太出人意料了，咱们该怎么办？此人还能善待刘敏，以攻代阵，当真是英雄豪杰，或许是2国交好的关键。邢公子未免也太怯懦了。李将军怎么来了？来人正是大楚有史以来第1位女将军李兴文，大楚百姓称之为巾帼英雄，年纪轻轻，战功赫赫。虾仁的事我已听说了，既然他是你口中的英雄豪杰，大楚又岂能坐视他壮大？你贵为大楚使节，自当以大楚利益为重。我自然是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但眼下情况不明，理应观望，岂能仓促入局？至于虾仁，这里是大周京城，不是大楚的地盘，你我如何能在此地搅动风云而不波及本国？我是说不过你，但你可别忘了，你是主使，本将军是副使，有资格参议诸事。李将军有何高见？明日本将军与你一同去见大周女帝，有小道消息，虾仁也会在场。本将军倒是想见识见识，他究竟有何能耐，让你如此怯懦？夏虫不可语冰，相信李将军自有分寸，断然不会破坏2国交好。都行，再过一阵子，你我便要回国复命，本将军自当为国家尽心尽力，考虑国家颜面。李将军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以前顶多也就出言反对小侯爷，现在直接指责小侯爷怯懦。他兴许是受了巴蜀方面的挑拨，我听说公孙家的3小姐与他惺惺相惜，情同姐妹。但愿他不会意气用事，误了国家大事。天有头乎？天有没有头，这是什么问题？有头。头在何方？之云乃卷西固，由此可知头在西方。天有耳乎？天处高而听悲，之云鹤鸣九高，声闻于天。天若无耳，如何听之？天有足乎？有足。之云天不艰难，天若无足，如何行步？天有性乎？岂会无性？何性？自然是性断。什么说法？天子性断，以故知之。妙哉！那太阳是生于东方吗？生于东，没于西。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参见大周女帝。众卿家平身，大处使节不必多礼。本将军听说虾仁最近声名鹊起，所作诗词任意一首，皆可传世，想来也算才高八斗，是大周文坛的翘楚。我有四问以天为由，不知夏先生可否指点一二？你说，天有头乎？天有没有头，这是什么问题？有头，头在何方？诗云：乃卷西顾，由此可知头在西方。天有耳乎？天处高而听悲。诗云：鹤鸣九高，声闻于天。天若无耳，如何听之？天有足乎？有足。诗云：天不艰难，天若无足，如何行步？天有性乎？岂会无性？何性？自然是性断。什么说法？天子性断，已故知之。妙哉！那太阳是生于东方吗？生于东，没于西。看来我大周的确要出一位名留千古的诗仙。吾皇喜的良才，可喜可贺。大周怎会有你这样的才子？你在京城打听打听，也知道我梁萧来京城2年，连个才子都算不上，可见我国中才学在我之上者，如过江之鲫。此间多有失礼，改日定当登门赔罪。邢公子言重了，我与李将军不过是交流文学而已，此事已过，还请听吾皇教诲。大周天子金口玉言，我等作为来客，自当用心聆听。夏爱卿才思敏捷，朕心甚慰，但比起他的才华，朕更应该让世人知晓他的功绩，不是吗？他不就是经商安置流民而已，有何功绩？端木卿家此言差异，其一，印花税收效明显。按照公布的初步估算，全国每年印花税能额外增收60万贯到170万贯，此等绝妙良策，正是出自夏爱卿之手。其二是夏爱卿改进制盐工艺，降低成本，提升产量。按照公布预算，朝廷每年至少可以合理增收白盐200万两。200万两。夏爱卿忠君报国，又有如此大功，朕有意令其承袭其父兰陵侯之爵位，再加官给侍中。吾皇三思，虾仁本是罪臣之子，位极弱冠，能破例受封一品皇商，定为7品，实属皇恩浩荡。我朝给侍中官居从5品，一次连跳2品，万万不可。有何不可？端木大人此言差矣，甘罗12岁可为上卿，夏仁17岁也不过只是因功受封5品。他虽位极弱冠，可今日吾皇与诸位有目共睹，其能力才学与胸襟与2位端木大人相比，高下立判。夏大人能为国家增收，其能力足够得到肯定。可是吾皇圣明，拓跋大人何故支持虾仁？今日之事，2位也应该明白，逞口舌之力只能适得其反，并不能对此子造成实质性伤害。眼下此子挟报纸之力，也在夺取咱们经营多年的舆论权。2位稍有过失，此子便有可能添油加醋通告全城。2位明白我的意思？明白了，咱们是该做点实事，对此子一击致命才好。这诸葛老贼高瞻远瞩，老谋深算，才是最难对付的。老夫有预感，他有意培养虾仁作为接班人，毕竟他年事已高，总得考虑身后之事。众人神色一变，旋即咬牙切齿，就是诸葛辉妨碍世家谋国。公孙大艮，我见到虾仁本人了，那虾仁真的对小月始乱终情吗？原来卓明峰让公孙令告诉李兴文，虾仁玷污了他3妹的清白，带着他3妹私奔之后，又始乱终弃，为了躲他3妹，才跑到京城发展。听说此事的公孙无极强忍着一巴掌扇飞卓明峰的冲动，斩钉截铁地说道：“是。”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他不像那种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李姑娘，你自己不就是最好的例子？谁能想到你会是大楚金国呢？也对，男人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现场2个男人齐齐陷入了沉默，他们能说什么呢？这一拳下来，别说他们了，开天辟地的盘古都接不住。我该回去了，等我卸去大楚副使的职位，再想办法帮小月出气。你这瓜娃子，最近想的都是些什么昏招？有李姑娘协助，你3妹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也对，新文是大楚将军，夏人应该也不敢打他主意。若没有新文相助，你说我3妹赔进去的可能性有几成？1半出头吧。1半出头到底是多少？9成9。明峰，我认为你说的对，还是让新文相助吧。毕竟你我身为文臣武将，应该把精力用在军国大事，岂能操心女子之事？我他妈才不想做虾人的大舅哥。阿婆，我哥哥出息了，不用抓他去巴蜀了。是，一切都依小姐的。
哥哥，三位姐姐今晚来会给你庆祝升官。恭喜虾哥哥升官，虾大哥平步青云。虾公子果然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三个少女联袂而来，炽热的崇拜目光一刻不离虾仁。都是我嫂子，一个都别想跑。看着三人，虾仁决定亲自下厨，做了几个小菜。诸葛云吃着糖醋排骨，渐渐的眼圈微红。三姐姐怎么啦？我明天要去南阳看我奶奶。南阳到京城来回一趟最快也要个把月，慢的话得3、4个月。三姐姐不如把奶奶接回来。我奶奶待在南阳，其实是为了替我爷爷坐镇南方，她的娘家也在那里。其实去南阳看奶奶，我是乐意的，只是遗憾和姐妹们相聚太少。遗憾是挺多的，当初小云希望能保存一首诗，我拒绝了，如今我便送你一首吧。洛浦一回雪，巫山四旦云，青城金始见，倾国西曾闻。媚眼随修河，单纯竹笑分。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群。自有狂夫在，空持老使君。青城金始见，倾国西曾闻。对，哥哥写的就是三姐姐，倾国倾城。诸葛云竟因为娇羞而合上美眸，内心的喜悦又让他不知不觉在微笑时轻启红唇。虾哥哥，你曾答应过可以为我做3件事，还算数吗？看着开心的诸葛云，段云秀想到了自己的黄姐。当然算数。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诗真的是虾仁送给我的。真的姐姐，人家本意是等他有了灵感再写，没想到他当场就写下了洋洋洒洒的签字。说到最后，段云秀的眼神都有些花痴了。这洛神赋太美太美了，美得让他觉得自己心肝都在发颤。姐姐，他名义上写的是落水之神蜜妃，实则写的是你呀。这写的是我，不行，这一篇该由你来保管。段云一下意识握紧了自己妹妹的手，语气坚定，眼神却有些不舍。姐姐，这天底下无论是才华还是美貌，也只有姐姐真正配得上这洛神赋嘛，只许姐姐保管，不许送人，答应人家嘛。那好吧，不过得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把这首洛神赋刊载在他的报纸上吧。只是暂时不要提及真迹去处，毕竟最近就有流言蜚语说他是姐姐的面首。我问过他了，他说只要咱们乐意，可以随意宣传。月几时有千里共婵娟。虾哥哥，你这首中秋词一出，京城众多才子才女怕是都不敢再写中秋词了。是呀，虾大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太美太美了。众人都沉浸在这首水调歌头之中，诸葛云却显得郁郁寡欢。虾公子，明日我便要启程去南阳了。三姐姐，雪儿有话想单独和你说说。三姐姐是不是喜欢雪儿的哥哥呀？雪儿还小，不要问这些事情哦。三姐姐就说喜不喜欢吗？这是秘密，雪儿不许外传哦。喜欢。说完，诸葛云满心失落。虾仁注定是大周驸马，
她也不忍心去抢结义姐妹的男人，只能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雪儿也告诉三姐姐一个秘密，我哥哥可喜欢你了，梦里都在念你的名字。真的吗？雪儿是好孩子，从不说谎。诸葛云低下琴手，满面绯红，不敢回应。三姐姐答应雪儿，去了南阳也不许忘了哥哥。怎么可能忘得了？雪儿也向三姐姐保证，哥哥不会忘了你的，以后你也是雪儿的好嫂子。雪儿一定说服二姐姐，让你也和她一起嫁给哥哥，咱们拉勾勾。好，拉勾勾。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很好，你也逃不了了。哥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呀？是酿酒的，酿好酒卖给富人，只走高端路线。哥哥饮酒要适量哦，可不能酗酒误事。雪儿不需要担心这种事。这么说，那倒是雪儿的不是了。怎么会呢？没有人比你更关心哥哥。哥哥的意思是以后不会醉酒误事了，因为哥哥见不得雪儿担惊受怕。今晚哥哥再给你讲2章《西游记》。还是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哥哥好。再看那个同父同母的公孙无极，不过只是沾了点血缘关系罢了。那虾仁最近收了不少优质粮食，似乎是准备进军酒业。公羊市的酒业也有咱们的2成，这虾仁当真是欺人太甚。见端木云清发怒，南宫宁总算眉开眼笑。现在咱们动不了他，他要是像制糖那样再酿出什么无可取代的酒，把咱们酒业击溃呢？那你通知公羊市呀。他们的人在路上了。公羊靖，公羊市在江南的势力根深蒂固，能人辈出，公羊靖更是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兰陵侯，别来无恙。2位大驾光临，在下未能远迎，还请恕罪。我们只是临行前想造访一番，说些话就走，叨扰了。巴蜀闭塞，难与外界通信。往后公孙家会留公孙令等人与虾公子做生意，同时希望兰陵侯能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公孙家始终是大周臣子，以后会增加贡品。两人交谈时，虾仁发现公孙无极一直盯着江福雪看，忍不住皱了皱眉。公孙将军莫非看上我妹了？请收起非分之想，她还是个孩子啊！你妹的，那是我妹。压下内心的咆哮，公孙无极苦笑道：兰陵侯多心了，我怎么可能看上小孩子？那你是看上我家哥哥了。雪儿只是担心哥哥罢了，绝无可能。小雪儿，你多虑了。兰陵侯，公孙家希望以后能多与你做生意，互利互惠。好。公孙将军，听说你们家的三小姐乃是巴蜀第一美人，才貌双绝呢。那是自然，我三妹天生丽质，聪慧绝伦，还很懂事呢。哦，雪儿希望以后在京城也能一睹三小姐芳容。一定会的。这臭丫头果然还是和她三姐感情最深，想她三姐了。我三姐要比其他姐姐难拐多了，该怎么钓她才好呢？见面先来个嘤嘤嘤试试。深秋了，三小姐注意身体呀！我暖得很，说不定是我小妹已经迫不及待想见我呢。毕竟放眼整个公孙家，我和她关系最好了，她很快就能明白我和那个牲口到底谁跟她比较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侯爷，你封地的那些百姓，在令尊生前施粥的时候争先恐后，令尊殉难之后，却对侯爷不闻不问，2年来也没有人来京城探望侯爷，真是薄情寡义。往后真没必要再减免他们的税收了吧？各地百姓大同小异，连生存都成问题，哪还顾得上这些门门道道的？如果有钱有闲，谁不希望自己能接受教育，知书达理，受人尊敬？其实很多人犯的只是穷病。你看我这些工人，以前都是流民，衣食无忧之后，只要适时予以教化，他们也懂得感恩，比一般工人更加卖力。那侯爷的意思是，像我爹以前那样减免吧。我爹才刚沉冤得雪没多久，我必须继续维持他生前的做法，再借助报纸宣传此事，尽快挽回他的声誉，少收这封地每年几千两税银，我也不至于伤筋动骨。结下这善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说不定呢。全凭侯爷做主。姐姐，他嘴上说是为了自己父亲，实际上他心里是同情百姓困苦的，看他以前施粥就知道了。这是兰陵侯府的家风，怎奈当年形势复杂，父皇他也没有办法。咱们家亏欠夏家太多了，那咱们以后多多弥补他吧，比如让他做我的驸马，我替咱们家补偿他。不过你最近要了那几条上好的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是晴雪姐姐最近想练练闪电连鞭法，以备不时之需。我呢也得准备几条，如果有哪个姑娘敢欺负夏哥哥，我就一起抽她。那些上好的红蜡烛呢？晴雪姐姐说，有时候可能练到晚上，等她练好了就可以更好的保护我。阿婆，我现在有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要如实回答我。小姐请问，知无不答。我三姐有没有我的几位结义姐姐那么漂亮？女大18变，三小姐14岁时已经是绝色倾城，应该是平分秋色吧。要不等她来京城，阿婆先去看看她，若她没有我的结义姐姐们漂亮，就不必来找我了。我对不够漂亮的姑娘提不起半点兴趣。阿婆眉头一颤，瞬间心领神会，无奈点头。我听你大哥说，你被虾人始乱终弃，还被他玷污了清白。肯定是自己的混球大哥为了让李新文帮忙出的昏招，可不是吗？我原以为这可能只是误会，毕竟你一向聪慧，想不到他竟然真的。果然负心都是读书人。只怪我一时被他的才华蒙蔽了双眼，而他为了躲我，逃到京城来发展，还成了天子身边的红人。不过我和他的事我会自己处理，姐姐不可外传，也不必为我出头，免得影响你们两国情谊。你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要不以后我找个机会帮你阉了他。姐姐不要。难道你还对他念念不忘？不是的，他来到京城之后，就装作与我素昧平生了。生了，那就更应该阉了他。不要嘛！你就是对他余情未了，以后只会被他牵着鼻子走，一次次被他伤害。你我一结金兰，我岂能袖手旁观？人家现在擦亮眼睛了，只是听我大哥和卓先生的，将计就计，干脆假装重新认识他，见招拆招，等他回心转意或者痛改前非之后，再狠狠将他抛弃，让他痛不欲生嘛。姐姐过阵子就要回大楚了，你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大不了以后咱们再一起收拾他，先让他快活几年。你若是再也不想接近男人，姐姐也陪你终身不嫁。等咱们老了，可以一起遁入空门。不，新闻姐姐该嫁人就嫁个良人，不必担心我也会掌握好分寸的。毕竟我还有家族支持，姐姐先让我自己处理。你和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听说此人2年前就来到京城发展，当时做生意赔得血本无归。难道你认识他比认识我还要更早？他以前是用名号来接近我，就是为了方便行骗，后来才从巴蜀逃到京城来的。名号？什么名字？我帮你一起留意一下。叫青莲居士。我就是被他的才华和这个仙气十足的名号给蒙蔽了，以为他是个超凡脱俗的大才子，一时春心萌动，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无妨，姐姐和你一起记住这个负心汉了。等姐姐正想回去退了军籍，卸任职位，到时候来大周陪你。若你还没有成功，就和你一起报仇雪恨。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半月将影，情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我大周竟然能出现这样的诗词，简直妙手天成，妙不可言。我认为这首《月下独酌其一》有资格排在大周诗词第1位，谁赞成，谁反对？兰陵侯，那首《月下独酌其一》不似人间所有，不知这瓶酒大会何时开始？我们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是啊，兰陵侯，我们都期待着你的美酒呢。大家的时间都宝贵的很，总不能一直陪你干耗着吧？时间就是金钱。虾仁光靠哗众取宠没用，最重要的是酒的品质。今天老子但凡在你这里花1文钱，以后老子的名字可以倒过来写。除了最开始的赞美，现场的起哄声愈演愈烈。我在等一个人，因为刚才我收到消息，他正在赶来的路上，等他是值得的。在场上1000人，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比不上一个人，你在开什么玩笑？酒会怎能少得了真正懂酒的人？若是有人等不下去，可自行离去。你怎么这么窝囊？拓跋兄说了，咱们可是世家大族，对外要保持风度，尤其是当前时期。虾公子可是在等我？方泽无家，铅华浮玉，说的就是他吧？白河初见公孙越，眼睛都瞪直了，眼前此女一举一动无不触动他的心弦。如此绝色美人，要怎样才能从他手里搞钱呢？不行，我一定要引起他的注意，但又不能落入俗套的低级搭讪，必须给他一个难忘的初印象。无论如何，至少不能给自己留下一生的遗憾。妈，他注意到我了，他心里有我。白河，你有病吧？我家小姐今年才16岁。白河一心只顾着看公孙越，哪里听得进外界声音？公孙家3小姐果然名不虚传，美艳绝伦。不过我是在等一位前辈。哎，那倒是人家自作多情咯。不过既然3小姐也来了，那就开始宴酒吧。那位前辈也快到了。切，又是一个嫂子。这公孙越会不会把虾哥哥的魂儿给勾走？二姐姐和她平分秋色，美的不一样，要有自信。在我哥哥眼里，她可能还没有搞钱重要。好妹妹不用担心，直觉告诉我，他和我是一类人，不过他身份特殊，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他就注定是咱们的敌人喽。希望是棋逢对手呢。原来这个未来嫂子相当不简单呢。他想起了那位传说中的穆老太君，突然有些期待穆晴雪和虾仁婚后的和谐生活了。这酒确实不简单，这就是月明酒，芳香清冽，不错不错。3小姐也懂酒，略懂，也不怎么样吗？不怎么样。把剩下的打开。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说的就是这沧海月明吧。但凡喜欢喝酒的，一闻味儿就会下意识的相信，绝对是好酒。这沧海酒是何等醇厚的美酒啊！白河擦了擦嘴角的眼泪，咬牙咆哮道：“不怎么样，妈的，不怎么样。”不怎么样。酒客们艰难点头，纷纷附和，还不忘咽口水。不怎么样。现场一片起哄声，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啊！我的酒，美酒就这么离我而去了吗？虾公子可真是个妙人，哈哈哈！这群酒徒根本就是口嫌体正直嘛，这下子暴露嘴脸了。既然无人懂酒，这酒不要也罢。酒客们闻言不敢与虾仁对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哈哈哈哈哈！你说谁不懂酒？酒圣居然来了！放眼天下，不会再有人比咱们大周的酒圣更懂美酒。他自酿的神仙酿，品质还在公羊市的孟江南之上，万金难求。你们看，那神仙酿就在他腰间酒葫芦里，还没开封呢。哎，傻小子，如此醇香美酒，你就这么砸了，简直暴殄天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无道理，只是可惜，你还有吧？酒圣来访，岂能无酒？请前辈品尝。清冽纯正，这是月明，不错。这酒，琼浆玉液，不过如此，这便是沧海。我早说了，闻香识好酒，你们就是不信，就是不知道这酒比神仙酿如何。神仙酿，老夫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评价，但老夫就在此地摸着良心说话，无论是沧海还是月明，其口感和韵味都远在老夫自酿的神仙酿之上。至于孟江南、醉红尘之流与之相比，根本就不入流。望诸位酒友将来莫要再提什么神仙酿万金难求云，老夫丢不起这个人。送虾仁万金难求的神仙酿，都怕被虾仁嫌弃。富人们竞相求购的孟江南不入流。这沧海月明是什么价格？烈酒沧海，1坛100两银子。这一坛子应该至少能装10斤酒，就只卖100两银子。
一整坛孟江南，里面也就只有5斤酒而已。这就相当于虾仁的酒仓海酒价格只有孟江南一半。至于月明酒，乃是清酒，一坛50两银子。兰陵侯，我家要沧海月明各100坛，我家要50坛，我家要200坛，250坛也行。糟了，公羊兄，今日之后，只怕孟江南的价格会跌到不足1成，醉红尘这些也不好原价卖了。不可饶恕。诸位可还记得报纸宣传之事？虾公子说的可是当众写下那首月下独酌其一，并许诺唯一真迹。不错，那便请快点写吧。虾仁当即让手下取来文房四宝，挂起一张白纸，当众挥毫泼墨。此诗足以传世不朽，此字我不敢说无人能及，至少也是天下第1等的好字，形神兼备，堪为宗师。这首诗意境优美，笔触细腻，构思奇特，想必没有不心动的吧？虾公子，这首月下独酌特地标注其一，莫非还有其他几首？难道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一闻清彼胜，夫道浊如咸。咸胜既已饮，何必求神仙？3杯通大道，1斗合自然。但得酒中句，勿为行者传。这第2首诗通篇议论，堪称是一篇爱酒辩。开头从天地爱酒说起，以天上九星，地上九泉，说明天地也爱酒，再得出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的结论。是啊，人中有圣贤，圣贤也爱酒，那么常人爱酒自不在话下。不愧是被誉为我大周诗仙的人，兰陵侯好文采。承蒙大家厚爱，这第2首赠予最懂酒的人，酒圣前辈。至于第1首，赠予最有慧眼和诚意的人。最有慧眼和诚意的人，这是什么意思？不过这第2首赠予酒圣，的确是名副其实。虾恩，你的好意老夫心领了。不过这天下最懂酒的人另有其人，而且他比老夫还能喝。正在2楼偷看的穆晴雪，原本还在鼓掌叫好，此时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叔公，你少说2句啊！哦，不知酒圣前辈说的是谁？他人就在京城，以后老夫可以介绍你们认识认识。不管怎样，前辈依然是晚辈心中最懂酒、最爱酒的人。这首诗，前辈当之无愧。底下交头接耳，人人都在讨论谁是那个最有慧眼和诚意之人。虾公子，我还是那句话，这2种酒，我们公孙家打算个收2000坛，可以当众签订契约，交付2成定金，银票6万两。公孙小姐，你一下子要了4000坛，其他商家怎么办？兰陵侯不可能一下子酿出这么多吧？我们也要进点货。目前2种酒还剩489坛，价高者得。现场这些酒售出之后，我的兰陵酒坊今后不会再公开销售这2种酒，只接受顾客以我定好的价格进货，量大从优。至于沧海月明在外面的市价是多少，与我的酒坊无关。诸位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兰陵侯的意思是，我们从你这里大批量买酒之后，可以拿去转售。不错。好，兰陵侯，我们公孙家后续准备预定2000坛，真心诚意。公孙令的话瞬间让所有人醒悟过来。最有慧眼和诚意的人。大楚定国侯府向兰陵侯求购每种500坛，我秦家要200坛，我金陵崔氏订购500坛。众人订购的热情瞬间高涨起来，争先恐后的向虾仁预定。公羊靖等人脸色铁青，本以为雇佣这些人可以摧毁虾仁的酒业，没想到如今却临阵反戈。这虾仁的手段我算是见识到了，公羊是记下此仇了。3小姐慧眼识珠，为本次酒会顺利展开做出极大贡献。这月下独酌第1首，我便厚颜献丑，赠予3小姐。这2首诗既然赠人，从今往后，哪怕他们意外损毁，我虾仁也不会再写第2遍。如此一来，这2首传世名诗的价值也会水涨船高。公孙家真是做了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啊！可不是吗？巴蜀也有不少富豪爱酒，这总计4000坛美酒一旦运到巴蜀，借助巴蜀的地利，沧海月明只有他们独家销售，价格不言而喻。虾恩，老夫最近也对你的诗词有所耳闻，未来大周诗仙非你莫属。你难道只有名字，没有什么名号吗？老夫希望你能在这首诗旁边留下你的名号，将来送给老夫的侄孙女当嫁妆。远处的穆晴雪闻言，满心感动，又有些紧张，生怕这个叔公供出他是个无敌酒豪。既然酒圣前辈问了，小辈自当起个名号，就叫青莲居士吧。好，这名号才像是诗仙嘛。他真的叫青莲居士，我竟然还暗自怀疑，认为他这样的人不像是会对小月时乱终弃的。
糟了，这牲口居然真的叫青莲居士。好妹妹，姐姐一定全力以赴替你讨回公道。姐姐早晚要阉了这个衣冠禽兽。姐姐不要呀，你都答应人家，先让人家自己对付他。他是如此的心机深沉，只怕你会越陷越深。不行，等姐姐回大楚复命之后，就来陪你报仇。唉，姐姐，他根本没有对我始乱终弃，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骗你的。你莫非又对他旧情复燃了，所以想维护他？我没有。那你就是担心姐姐也陷进去了。不必担心，姐姐坚定得很，只想阉了他。姐姐不要伤害他，他现在可是天子红人，使不得的，让我来处理此事吧，我一定不会被他蒙蔽的。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姐姐的帮助，姐姐就算相隔千山万水，也一定会来帮你。混账大哥，我要写密信告诉嫂子和爷爷，让他跪1年的狼牙棒，怎么跟他们说我大哥好呢？他去青楼记条诱赌，输了整整200万两，还把我骗到京城，把我和小妹一起抵押给庄家，再添油加醋，就这么写。老夫活了大半辈子，真想不到最后能喝到的最好的酒，却非自酿的神仙酿。前辈过誉了，不过前辈行踪不定，不知到底是谁通知前辈的？是诸葛丞相。哦，不管怎样，此次酒会前辈功不可没，2种酒，晚辈各送你100坛。使不得，老夫有的是钱，不能让你一个年轻人吃亏。那这回就以优惠价8折出货给前辈。好，老夫自己跟朋友喝，不转卖。晚辈还有些好奇，不知这世间还有何人，居然能比前辈更懂酒？哦，对了，差点忘了，叔公。哎呦，小雪来了。九圣惊喜过后，看到虾仁背后的穆晴雪朝自己狂眨左眼，一愣，这才想起自己对胞兄一家的承诺，干笑道：虾仁，等以后再介绍你们认识吧。叔公说的是谁啊？哦，就是一个比叔公酒量更好的。这世间竟然有人酒量比叔公更好，天哪，我小酌几杯都不省人事了。秦雪也请入座吧。虾公子，我可不能喝酒了哦，上次在你家里喝醉，被我爹娘训惨了。那不勉强你了。九圣震惊地看了看乖巧宝宝一样的穆晴雪，又看了看虾仁，瞬间了然，心中同情万分。虾仁这孩子是被他看上了吗？虾仁，以后不必给老夫优惠价了，老夫实在不忍心再让你吃亏了。再吃亏。侯爷，公孙家3小姐来访。侯爷，公羊氏8龙之首公羊进来访。前辈，秦雪，你们先叙叙旧，失陪一下。你且听好了，白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这是谜语联，不只要对仗工整，下联也要是谜联才算对上。青龙挂壁，身披万点金星。这是对上了，他真那么有才。游西湖，骑西湖，西湖钓西湖，西湖西湖。画云烟，穿云烟，云烟堕云烟，云烟云烟。快，你赶快出对子对死他呀！太伟大了！牙签。在下乃公羊氏8龙之首，号称对王之王，对穿肠的公羊敬。失敬，小生不才，乃兰陵侯府小小一侯爷。早就听说兰陵侯才高8斗，今日一见也就那样，不如论战一番如何？求之不得。你且听好了，白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这是谜语联，不只要对仗工整，下联也要是谜联才算对上。青龙挂壁，身披万点金星。这是对上了，他真那么有才。游西湖，骑西湖，西湖钓西湖，西湖西湖。画云烟，穿云烟，云烟堕云烟，云烟云烟。快，你赶快出对子对死他呀！白云山，白云生，白云山上白云生，云山万载，云生万载。西湖景，西湖影，西湖景映，西湖影，湖景绝美，湖影绝美。烈日为柴，穷为锅，谁人能煮？茅坑为碗，饭为饭，哪个敢吃？公羊兄可还有对子？如果没有，我这里有一联，不知能否作答？你说。寂寞寒窗空守寡啊！在下才华有限，是我输了。不过今日前来，是为兰陵侯的沧海月明而来。如果你想要独家技术，那便请回吧，恕不招待。看来你是有心与我家作对到底。不错，原则性的事没有谈判的可能，你我也不必虚情假意，更不必与虎谋皮。那咱们走着瞧好了。三姐，雪儿想死你了，嘤。小妹，这2年真是委屈你了，都怪姐姐没有早点来找你。
江福雪自小被公孙家视为灾星，一度在襁褓中就被舍弃。公孙越那时还小，什么都不懂，所以跟江福雪关系最好。雪儿和哥哥一起生活，很开心的。三姐知道你舍不得虾仁，所以三姐会想办法让他心甘情愿跟咱们一起回巴蜀。虾仁可是自己的好哥哥，自己的3个结义姐姐即将成为自己的嫂子，还有个女弟等着自己这个好妹妹去调过来呢。他却想让自己的哥哥离开京城，前往巴蜀投靠公孙家。现在他已经是和自己同父同母的陌生女人了。三姐，雪儿也希望能带哥哥回到巴蜀，不过哥哥他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比较好色。他好色？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他好像更在乎赚钱吧。其实哥哥他对漂亮姑娘一点抵抗力都没有的，只是不敢表露出来。为什么？哥哥只是故作矜持，他喜欢被动。小妹，为了你，三姐什么都可以牺牲。在雪儿和哥哥回巴蜀之前，三姐能不能一直留下来呢？三姐会一直留下来，陪着你，保护你。那如果有别的漂亮姑娘看上雪儿哥哥呢？定国侯府的晴雪姐姐好像也对我哥哥有意思呢。三姐会比他更努力，更用心，因为你三姐绝对不会输给任何女人。哦，三姐真好。多谢丞相为我找来9圣前辈，否则这酒会的进行绝无可能如此顺利。其实是陛下让老夫去请9圣的。陛下，你立下这么多功劳，却不居功自傲，甚至只是以兑现承诺为由，放弃赏赐，但无皇圣明，又岂会真的亏待功臣？原来如此，等我下次面圣再找陛下谢恩。来，这就不必了。陛下本来是叮嘱老夫不必告诉你此事，你这么一去，岂不是把老夫都给出卖了？丞相的意思是我应该把陛下的这份恩情默默记在心里，以后戒骄戒躁，继续为陛下排忧解难。我明白了，就算面圣，我也不提此事了。孺子可教也。不过大周的科举制度仍旧需要完善，老夫很认同你普及教育的做法。书籍推广方面，陛下与我们这些老臣会尽可能给你提供便利的。至于那几个大世家，你也不可掉以轻心，他们的势力远比你所想象的更要强大。陛下之所以还能稳住时局，除了他自己手段高明，也离不开高祖和世祖遗责。多谢丞相告知，晚辈必铭记于心。如今的大周需要的不是驸马，而是帝君啊！相比之下，老夫这点晚节何足道哉？你已经规划好了你未来的商业发展，可见你的确有商业天赋。为何之前的2年你一直做亏本生意呢？智伯应该也清楚，那时的我无权无势，镇远侯府又暗中针对我，京城里面能赚钱的生意，怎么可能轮得到我呢？后来我才醒悟，但即便醒悟，也离不开陛下和公主殿下的知遇之恩，加上白堂和沧海月明报纸，才成功破局。这些产业依然只是起步，将来我会进军书业、基础酒业这些同样暴利的行业，与我爹曾经的这些政敌势不两立，同时不会与定国侯府原有的产业竞争。但我希望定国侯府能把纸坊都转售给我，作为回报，白堂今后优先提供给定国侯府，少量提供给公孙家。纸坊可以全部转卖给你。白糖方面，你是想把糖坊开到国内其他甘蔗产地吧？不错，产出的白糖依然可以如现在这般由公孙家代售。虾仁，定国侯府其实一直是把自己当作吴皇的后备金库，毕竟皇恩浩荡40年，没有君王庇护，我家什么都不是。往后只要是陛下允许的交易，定国侯府都不会拒绝你，哪怕亏点小钱也没有关系。如此，那就多谢世伯了。其实穆平的话根本只是托词，他单纯是因为自己这个女儿，才决定毫无保留与虾仁合作。世伯一定不会失望，我虾仁更不会让真正可靠的生意伙伴吃亏。秦雪，以后我可能会外迁，到时候如果雪儿不方便随我一起去，就拜托你照顾了。你外迁也会在当地做生意？不错。想起江福雪告诉自己公孙越想抢虾仁的事，穆晴雪心中一动。如果你真的外迁了，我会代表定国侯府偶尔去找你谈谈合作。只是偶尔吗？你可以多来看看，我喜欢听你弹琴。好啊，虾仁好像真的没有发现自己的真面目呢。这姑娘，你估算一下，目前以你们18人的军备和备用军马，能处理多少贼军？侯衙若是能充分发挥战马优势，寻常土匪上千人也不足为虑。过罢，依然可以来去自如，杀到手软，全身而退。
若是正规军能与千人周旋，就算敌军上万，我们至少也能全身而退。不错，但如果有侯爷带领我等作战，放眼天下军阵，何处去不得？大漠深处有瀚海，也有一座狼居胥山。有朝一日，说不定咱们都能印马瀚海，封狼居胥，青史留名。好吧，侯爷说的印马瀚海、封狼居胥，洒家听不懂，但是一听就觉得不简单。是很不简单，不过时机尚未成熟。如今你们可是兰陵侯府的牌面，这一次我需要你们藏在定国侯府的车队里面，应付沿途可能出现的匪盗。侯爷只管放心，若有匪盗拦路，管教他有去无回。侯爷，有个中年人一直不肯接受干粮。您是大善人吗？这些葱饼都是免费的，你是吃不下还是？老板，我们先给您干点活再收吧。先吃饱了有力气了再干不迟。不，这是我家的祖训。老板，等我们干点活再接受这些报酬。那你们给这些发饼的老人捶捶肩吧。中年人一愣，随即憨笑点头，招呼家人去给老人们捶肩。不知阁下如何称呼？小的姓蒲，名言，巴蜀人士，家中世代铁匠。莫非是巴蜀的铁匠世家？不是，虚名而已。我家感念诸葛丞相当年大恩大德，决定全家搬迁，谁知会遇到劫匪，把一家钱财抢了个干干净净，工具也被夺了，才保住性命，不得已才流落京城。先生可愿意接受我的招募？等小的拜访过诸葛丞相，再来回报恩功，如何？好，你会打造铁甲吗？小的当然会，不过要论造甲，我那胞弟乃是巴蜀一绝，与小的已经分家。不过甲胄这东西，我已经取得朝廷许可，能存甲100副。待小的拜访诸葛丞相之后，一定好好和恩公谈谈。嘿，终于拐到一个会造铁甲的人了。小姐，洋葱已经过季了，没得卖了，快回去吧。不要嘛，再找找，这可是人家的秘密武器。我的鼻子很灵的，远远就能闻到洋葱味。哎呦，这是哪家的小姑娘？水灵的。是赖头三和破皮四。小姑娘，家里人给你定了娃娃亲没有啊？哥哥这里有一门哦。我最恨别人提娃娃亲了，你闭嘴！老身警告你，你不要过来。四老太婆，别怕，有什么委屈跟叔叔说，来叔叔怀里。别冒了个瓜娃子。老子数到3，起来。女侠饶命，女侠饶命。没事了，乖乖宝宝，没事了。兰陵侯的小妹，你们也敢欺负？将2人双手打断，扔出去吧。雪儿，没事吧？这老女人居然这么凶狠。此事还是从长计议吧，让人补偿一下那2个泼皮。 2个饭桶有什么好补偿的？就算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也有用得着的时候，何况是人呢？那2个泼皮现在比以前更有价值。刚才真是吓坏雪儿了。少爷，老奴。阿婆，以后要保重身体，你已经一把年纪了，不能这么折腾。我看得出来，你对雪儿是真心的好，所以我不想为难你。毕竟，如果真的有什么该说的，雪儿总会告诉我，不是吗？遵命。小侯爷，公羊竟代表公羊氏、拓跋氏、端木家、独孤家等世家来访。邢公子几日不见，越发沉稳。大楚第一奇才，名不虚传。公羊先生何不开门见山，不必客套。虾仁最近在京城崭露头角，邢公子也不可能不关注吧？若是任由此人发展壮大，短期内对我们这些世家不利，久而久之，只怕大楚天子也寝食难安。吾皇圣命，非我等臣子可以揣度，自有主见。我只是向你陈述厉害。毕竟大楚与大周同宗同源，目前2国交好，但虾仁是个变数。你们是希望与大楚加大合作？正是，我们几家谈好了，可以支持大楚人在大周的利益，同时希望你和李将军能给虾仁制造点麻烦，让吾皇也能明白，虾仁是影响2国交好的不稳定因素。大楚可以开出实质性的条件，我们几家会最大限度满足你们的要求。毕竟2国同宗同源，大周臣子未尝不可成为大楚臣子。公羊先生之言，心领神会。不过你着实是高看我了。吾皇命我负责此行，其实只是让我混一混资历，回去也好封官，封李将军为副使，也是一样的意思。
大楚就算有心与你们合作，鞭长莫及不说，还有心无力。毕竟我大楚最近几年也不太平。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几家只要联手，可以安排让大周与大楚之间的国境随时防备空虚。邢公子，你难道忘了自己是未来的大楚驸马？邢公子，你10岁时便是享誉两国的神通，两国士子无不以能与你相识为荣。但如今有虾人横空出世，佳作频出，还能掌控报纸宣传，是人只记得第一，有几人能在乎第二？假以时日，虾人之名响彻大楚，谁还会在乎你这个大楚奇才？于公于私，你都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公羊先生，这酒不错，敬你一杯。他答应了没有？没有，但是盛名之下无虚事，想必他早已暗中行动。若有此人相助，单凭这一次的交流会，都足以搞臭虾人。暂时不要得罪此人，咱们几家还要多派家族子弟去拜访邢风，尤其是你们礼部端木家。他既然不愿掺和，拜访他有什么用？自然是制造他与个大世家联系频繁的假象，能让虾人和昏君起疑心的话，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咱们如此频繁接触邢风，那昏君和诸葛辉会怎么看？大周立国至今，这种事咱们世家干的还少吗？大周帝王和诸葛辉屁都不敢放一个，恰恰相反，他们更需要考虑如何安抚各家。一旦各家脱离大周，投靠大楚，对大周而言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此外，还要想办法将虾人调离京城，最好是去外地为官，否则实在不好处理此人。同时，让咱们几家的将领早做准备，随时应付紧急情况。虾公子的眼里难道就只有钱吗？三小姐误会了，其实我对钱不感兴趣。嘿嘿，小马哥成不欺我，不管在哪里，这逼装起来都好他妈过瘾。这话你自己信吗？因为我有更高的追求，而金钱是实现这些追求的途径。是吗？敢问兰陵侯有何追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好，不愧是侯爷，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实乃我朝文人之典范。这是怎样的一种胸怀？难道爱才真的只是他的表象？联系到虾人善待流民、维护仆员尊严的举措，这一刻，他们心里生出了莫名的感觉。不愧是虾公子，出口成章，言语间尽是忧国忧民。既然这然，那咱们明日交流会再见了。兰陵侯怎么还没来？我猜他可能在忙生意。如此盛会，他去做生意？诸位想不想吃饱饭？想。小女子听闻兰陵侯才华横溢，不知他现在何处，希望能认识一下。我猜兰陵侯这会儿一定还在写诗吧？对呀对呀，他是如此的精才绝艳，一定又在准备绝世好诗，准备惊艳众人。现在我需要招募1000名工人，一家最多5口人，包吃包住，出入自由，每月工钱500文。有意向的现场报名。我要报名，我要报名，还有我。交流会上，众人交头接耳，对虾人议论不休。我说的没错吧？他不在，此会免不了逊色一半。我多希望能在此时看到他。一旁的李新文看邢风的眼神越发古怪了，甚至在考虑回国之后，该不该提醒自己的闺蜜注意一下。难道断袖之癖是会互相吸引的？天哪！侯爷，难道没有他，这交流会就没意义了吗？果然，连他的亲信都开始怀疑了。那当然不是，只不过有些话若是由他说出来，这交流会才具备真正的价值，否则就只是一场谁都能办的即兴交友而已。大周和大楚向来不缺才子佳人，缺的是他这样心怀天下，能为民请命的脊梁。我想让大楚的文人都能领会这一点，但这些话由我来说，只是大而无用。原来如此，小侯爷知道有些话不是自己该说的，唯有借势兰陵侯。一想到梁霄和邢风居然不是他想的那种关系，李新文心中惭愧之余，突然又生出那么一丝丝期待落空的惋惜。邢公子，兰陵侯无故缺席此会，明显很不给你面子啊，摆架子吗？此会早已明言，随意交流，只要遵守礼法，便不必过于拘束，不存在直到缺席的说法。相反，若是人人拘谨，小心翼翼，邢某只会深感愧疚。邢公子大气。众人纷纷称赞邢风颇有大家风范，一旁的2位女人却早已眼神喷射出火花。这幕情选妨碍我诱惑虾人，这公孙越敢抢老娘的男人。仅仅只是一次对视，敌意满满，危机感满满。刚才我收到消息，兰陵侯虾人跑去难民营那边招募流民当工人呢。虾人不参加交流会，跑去那种地方招募工人。虾人可是给事中，怎可如此失礼？
给世忠在你们大周是极品官来着，给世忠都不来参加，其他人有必要来吗？拓跋浚安排的人终于开始带起舆论风向了，还有大楚那边的人帮腔，直指重点。诸位都在找我，是想谈生意吗？如此交流盛会，谈什么生意？是何人口出狂言？现场有不少人纷纷出言声讨。你堂堂大周给事中缺席交流会跑去招工就算了，还准备在这种盛会谈生意，就算你真是一品皇商，如此肆无忌惮扫人雅兴，也太不分场合了吧？礼义廉耻在你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吗？在其位谋其职，我是一品皇商，谈生意有什么问题吗？哼！西方大秦国公主狄安娜受吾皇之邀参与此会。大秦国世间竟有如此美艳的异域女子。其实我的祖国叫罗马，大秦国只是贵国对我们的雅称而已。听说这里有位兰陵侯，才华横溢，是哪位呢？如此美人，居然也是慕名而来找兰陵侯。40年前，大周武圣随高祖南征北战，所向无敌，乃是吾辈楷模。那位大周武圣姓虾，兰陵侯也姓虾，你们二位可有什么关系？大周武圣与我爷爷是同族兄弟。同族兄弟。狄安娜先是美眸一亮，继而心中开始生出一阵莫名的失望。武圣无儿无女，这家人虽跟他有血缘关系，却只是个诗人、商人。唉，母亲一直教导我，每个人的人生选择都值得尊重，我怎能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要求这么多呢？失敬失敬，我们罗马人一向敬重英雄，请兰陵侯原谅我的冒昧。无妨。不过兰陵侯今日刊登的那篇报纸可真是惊艳到我了。今天有报纸，兰陵侯写的是什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温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公羊敬等人不禁瞳孔一缩，此诗字字珠玑，立意深远，他们根本挑不出毛病。兰陵侯，我一介女子，实在念不出这《将进酒》的大气，可否请一位豪气干云的男子代念？《将进酒》又是酒，这家人是准备扩张酒业，开售亲民酒了。我属地西川剑宗剑沧浪，不仅是一位侠客，更是一位酒豪，由他带读更为合适不过了。不错，劳烦剑兄了。承蒙大家厚爱，那就容在下诵念一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饮300杯。剑沧浪豪气干云的念诵着诗词，众人脸上纷纷动容。不愧是我大周诗仙，我看这《将进酒》挺符合兰陵侯的经历，失望与自信，悲愤与抗争。这岑夫子和丹丘生是谁？是兰陵侯发迹之前的好友吗？武朝倒是有一位陈王，只是他好不好酒我就不知道了。千古风流莫过于此。千古风流，全场附和。这《将进酒》足以奠定虾人在大周文坛的地位。云清，我写不出来，你能不能不要总是逼我？哼！虾公子精才绝艳，小女子心悦诚服，希望改天虾公子也能指点一二。三小姐过誉了，随时欢迎公孙家找我谈生意。说是谈生意，只怕是谈情了，郎才女貌了。公孙越听到远处的窃窃私语，终于心满意足。制造误会，利用误会，早晚要拿下这牲口，把他拐到巴蜀。哼，老娘早晚要好好调教这只狐狸精。就在穆秦雪胡思乱想的时候，公孙越又开始了撒娇攻势。不过，虾公子把这首诗写在报纸上，委实有些可惜了。还有哦，虾公子一心办实事的理念，小女子也很佩服。这场交流会若没有虾公子现场题字或者赋诗一首，实在遗憾。赋诗。三小姐说的对，我突然想起一事，我曾对我的知己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便以此为题吧。赵克曼胡鹰，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试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一首《侠客行》，技惊四座。不可思议呢，如此侠气，莫非其实他是文武双全？三杯土然诺，五岳岛为清，又有酒，一首侠客行，一首将进酒，还有月下独酌。关键这虾人还有报纸协助宣传，今后垄断酒业的公羊是可能真的如芒在背。纵死侠古香，不惭世上英。虾公子不愧大周诗仙，好诗。论侠客，西川剑宗无出其右者。
燕云18豪杰之首雷洪，如今是我兰陵侯府的护卫长。西川剑宗曾对他一家有救命之恩，今日厚颜献丑，这手侠客行，我替雷洪赠与剑宗，还望阁下服气。理所应当。多谢兰陵侯抬爱，但如兰陵侯所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辈行侠仗义，全凭一腔热血和一股侠气。这首是我已铭记于心，他日更应该竭尽全力除暴安良。至于兰陵侯的墨宝，一在下愚见，应该赠与兰陵侯所说的那位朋友，他才最有资格。纵使虾仁再三坚持，见沧浪始终顾此不受，希望改日能与阁下畅饮一回。我也正有此意。一场盛大的交流会以将敬酒送给行风转交大楚推到顶点，众人纷纷议论虾仁的侠气之风。侠客行，你要送给我？我只觉得惭愧，剑宗说的很对，最值得收下的人是你。谢谢虾哥哥。小家伙，最近在做些什么呢？虾哥哥可是未来的大周驸马，人家作为公主，当然也要对你的事业上心。这份花名册里，大部分都是忠于皇姐的文臣武将，以后就从这里面挑一部分，协助虾哥哥治理州郡。无论如何，不能让那帮人使坏。妹妹，你要尽快为皇室延续香火呀！虾哥哥，姐姐怎么一声不吭就进来了？姐姐以前都是一声不吭进来的，你有了爱郎之后，是不是就忘了自己还有个姐姐？才没有，姐姐最好了。唉，虾爱卿，请你务必呵护朕的皇妹。臣莫敢辜负。陛下的言外之意是，臣已经确定是未来的大周驸马了。那是自然，大周驸马非你莫属，皇妹她的心也只在你身上，只是你不可因此飞扬跋扈，忘了初心，朕才会尽力维护你们。谢主隆恩。朕都来了，他居然还敢当着朕的面秀恩爱，朕要去睡了。不对，朕还有事要和皇妹说。虾爱卿，夜深了，你快回去吧。姐姐，这些钱给你。段云秀呼吸一滞，迅速脑补了一出旷世绝恋，情感大戏。姐姐是不是让我带着这些钱和虾哥哥远走高飞？你都在想些什么啊？这些是他作为一品皇商上缴的30%利润，姐姐现在给你保管。现在国库还不算充盈，这些钱能办很多事的。国库的钱足够用度，他是越来越优秀了，将来免不了还有莺莺燕燕的围绕在他身边，你可不能落后失宠。这些钱你留着，万一他哪天办大事缺钱，你在雪中送炭。可是为了咱们的皮鞭计划。好呀好呀。秦雪，你小时候去过巴蜀吗？没有哎。虾仁陷入了沉默，穆秦雪和公孙越都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侯爷，公孙三小姐来访。抱歉，虾公子，我来的不是时候。不，你来的正是时候。真是羡慕穆小姐和虾公子呢，不像我，至今还没能找到如意郎君。三小姐不要误会，目前我和虾公子才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吗？三小姐快请坐呀，快！还是我小妹好。今天交流会之后，我才明白虾公子向来胸有成竹，公孙家希望能与虾公子长期合作，尤其是报纸定制和白糖方面。此外，我希望能和虾公子成为朋友。哼，丹呀，穆小姐不要误会，才不是你想的那样，真是一个狐狸精。可以，三小姐已经用金钱赢得了我的好感。虾公子可真是坦诚呢。之后二人又详细谈了一些合作细节。公孙越发现今天的虾仁异常的好说话。三小姐，雪儿最近默写了哥哥的《西游记》，秦雪姐姐看过了，你要不要也看看？好呀。我居然有幸预览还没刊登的内容。三姐也很喜欢吗？喜欢。三姐会努力帮雪儿，让哥哥多讲几十章节的吧。姐姐要怎么帮你？嫁给我哥哥。这丫头对虾仁的感情确实很深。三姐不肯和雪儿亲上加亲，嘤。你哥哥说不定就是未来的大周驸马或者大周帝君，我一个人只怕独木难支，以后他就算喜欢我，也不见得肯跟着咱们回归巴蜀。小妹，你要帮帮姐姐。雪儿只希望哥哥平平安安、自由自在的，就像哥哥对雪儿的期盼那样。只要他肯和你一起回到巴蜀，大不了等雪儿长大了，让爷爷他们做主，把你许配给他，他就是公孙家的女婿。居然真的被四哥说中了，他才10岁啊。那三姐更应该配合雪儿，你先嫁给哥哥，毕竟雪儿才10岁，等雪儿长大了，哥哥都20几岁了，怎么能没有婚配呢？三姐会努力的。哼，
哼，你早就是和我同父同母的陌生女人了，竟敢和我谈条件。萧公子的《西游记》实在太精彩了，真想一次性看完。雪儿，姐姐还想再看一遍。好。雪儿，他分明是想勾引你哥哥，你怎么能帮他呢？大姐姐放心，凭我哥的魅力，他注定有来无回，不可能带着我哥回归巴蜀。是吗？大姐姐介不介意我哥哥有妾室呢？唉，若德才兼备的女子倒也无妨，只要别想害他就好。那大姐姐更要努力，在他之前和我哥哥成亲，到时候他就算真的和我哥哥走到一起，也只是小妾了。大姐姐可以放心调教他。妙哉，姐姐会努力的。他来这里干嘛？不管了，正好先打一顿再说。既然我奶奶让你们跟着我，以后谁要是敢当众诋毁我男人，你们就想办法给我找机会揍一顿，听到没有？遵命，小姐。什么小姐？没有外人的时候要叫我大王，山大王。遵命，大王。一群黑衣人，你连是谁下手的都不知道，一定是虾仁。爹，孩儿要虾仁死无葬身之地。现场可有贼人踪迹？孩儿找了附近巡逻的羽林军，毫无头绪，一看就是惯犯。难道就是去年打了你大哥的那帮人？那牲口今天看我的眼神，怎么感觉怪怪的，既惆怅又悲伤的感觉？我见过他吗？对了，大哥最近来信，说他可能和爷爷最敬畏的那个人有关系。妹妹，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呀？我叫剑月莲，今年4岁啦。我叫虾仁，今年5岁了，快叫我虾仁哥哥。虾仁哥哥。月莲妹妹真乖，你虾仁哥哥我甚是喜欢，以后一定娶你。好呀。来，月莲妹妹，虾仁哥哥先教你尿尿。臭小子！原来是他呀，果然从小就不要脸呢。莫非他就是因为想起了此事，才会那么看我？这么说来，他小时候说要娶我，后来跑了，也勉强算是始乱终弃。而且他还经过我，我除了没有失身于他，也算是被他轻薄过的。太好了，这样我就不算欺骗新闻姐姐。这一刻，公孙越对自己结义姐妹的负罪感稍稍减轻了，只有如释重负，险些喜极而泣。牲口，你等着，就算用强，你也得回归贱族，毕竟你爷爷和收养你的人可都是贱族女婿。新闻姐姐要为我做主呀，她毁了我的名节，还说要娶我，结果自己丢下我跑了。姐姐就知道你之前只是对她旧情复燃，还想替她辩解。今天她看你的眼神就不对劲，没关系，就算赌上姐姐的一生，也一定会让她找你忏悔认错的。姐姐千万不要阉了她哦，人家只是想带她回公孙家，交给我爷爷发落。若是阉了他，兰陵侯府无后，我便是千古罪人了。但总要给他一点皮肉教训，比如用你们巴蜀那边传过来的荣华富贵。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玉碎平生志，五经琴向窗前读。兰陵书坊今日开业，预售四书五经和识字读本《仓颉篇》《史咒篇》，四书五经只卖200文，识字读本只卖160文。天呐，书籍只卖200文，别的书房都是卖1000文以上的。兰陵侯莫不是拿些残缺书本出手来逗弄我们吧？就是，兰陵侯说笑了，一本书几十上百页，光是人工和文房四宝的费用都不止200文了吧？我兰陵侯向大家保证，我的书错别字远少于以前市面上的书籍，而且字迹工整，读起来更方便。百姓们推出识字的代表，纷纷上前翻阅之后，激动的失声咆哮。确实物美价廉，放在以前，这种质量的书起码能卖1200文。我要5本，我要买3本，给我来10本。莫急，每种10万册，人人有份。娘嘞，求求你们不要急啊！一本200文，他真的能盈利吗？丞相放心，成本几乎全在材料上了。侯爷他提前布局，几乎收购了全城的纸坊，纸价和油墨再怎么涨也涨不了多少。
目前4书5经每本大约能赚100文，识字读本每本能赚接近50文。以后行情稳定了，侯爷还打算降价。侯爷是打算以京城为中心，用廉价书籍摧垮京城周边州郡的书坊之后，便可顺理成章收购他们无用的纸坊，然后又在那里开设书坊，由此不断扩散布局，逐步摧垮那些世家布局全国各地的书业。侯爷还说了，等他财力足够支持之后，书坊按成本价或者小亏一点卖书都不成问题。让他办下去，让全国百姓都有机会都收。朝堂有什么事，老夫替他顶着。启禀陛下，那虾人开设书业，分明是扰乱市场，摧毁国内书坊生意，进而导致朝廷在书业方面的税收大减。此等扰乱市场、恶意竞争之举，应当予以惩处，没收书坊及相关工具，严重警告一回。拓跋卿家，你的这些话你自己信吗？拓跋尚书此言大谬，兰陵书坊可以薄利多销，越来越多的百姓买得起书，其市场潜力远超过往，何来扰乱市场之说？而过往书业的书匠可以空闲出来支持其他行业，乃一举两得之美事。拓跋尚书，你身为户部尚书，岂能连这种道理都不明白？还是说你在故意装糊涂？商君书有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物及农。只有让百姓保持愚昧无知，听不到真正的信息，他们才会为国家专心务农。若百姓都能得到知识，假以时日，必将威胁朝廷统治。此一时彼一时也。商君书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若生搬硬套，不过是祸国殃民而已。我朝3代天子勤政爱民，百姓若能看懂诏令通告，自当拥护吾皇，好过受别有用心的人引导，盲目造反。老夫再问你，你们几家昌盛了几十几百年，垄断知识，难道你们也在威胁朝廷统治？还是说你们只是在以己夺人？丞相，一旦这些百姓掌握知识，就免不了和朝廷官员争夺官位，今后的大州官员只怕是良莠不齐。端木尚书，民间有多少百姓抱着朴实的爱国之心？只要天子贤明，他们自当尽心尽力争君报国。恰恰相反，自武朝开始，有诸多世家垄断书业，掌控知识和舆论，不乏兴风作浪。汝等若是忠君爱国，又岂会不明白，贤才就应该是多多益善。世家众大臣纷纷出言反对，你一言我一语，试图胡搅蛮缠。其余卿家一律肃静，严禁干扰丞相发言。推广教育，让百姓都读得起书，让越来越多有天赋的贤才为国效力，方能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国君有了足够的贤才辅佐，方可大展宏图。这是高祖与世祖一直未能完成的遗愿。多见于2位先帝手书，也只有乱臣贼子才会畏惧百姓读书。汝等身为朝中大臣，更应该深明大义，为君王社稷百姓谋福。如今却只为一己之私，反对此等义举。反对也就罢了，更借此妄言惩处，偏偏又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虚伪姿态。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丞相息怒，息怒！诸位大人都少说2句，要论为国为民，咱们谁配和丞相比呢？听他的就是呗。一定是诸葛村夫和这条老狐狸提前通过气了。丞相肺腑之言，朕深有同感。众卿家若真是忠君爱国，就给朕好好做出榜样，一起支持兰陵书坊合法经营。兰陵书坊承载的是朕与2位先帝的夙愿，从今日起免除兰陵书坊授书之税，由朝廷通告全国予以加免，为书籍流通提供便利。今后若有人刻意阻挠兰陵书坊运营和书籍流通，一律严惩。众卿家当以丞相为榜样，事事为国为民。若不能，朕会让德才兼备者取而代之。各家后辈也该向梁爱卿看齐，忧国忧民。若连这点品德都不具备，以后也不必录用。吾皇教诲，铭记于心。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尽颜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正当踏月来取，君速雅达，必不至令我徒劳往返也。众人听到开头，眼前一亮，兴致勃勃听着楚留香的故事，望着雪月下的身影入神。哥哥什么时候去兰陵？带上雪儿好不好？正在采购过冬的衣物和粮食，准备送过去。到兰陵的时候，应该正好是冬季，一路都是舟车劳顿，雪儿不能跟过去。那哥哥以后去外地任职，也不想带上雪儿了。哥哥嫌弃雪儿，北境天寒，哥哥不要雪儿了。嘤嘤嘤，
怎么可能呢？兰陵不一样，只是去就回，来回要走2遍，担任太守就不必来回折腾了，一定会带上雪儿。一言为定哦。一言为定。妹妹，你在做什么呢？姐姐，我在练习刺绣呢，我要亲手为虾哥哥做一件衣服，然后再给我们以后的孩子准备一套。真好，他一定会很开心。一直以来，姐姐受的委屈太多了，不如听丞相老爷爷的话，让虾哥哥做大周帝君，咱们一起嫁给他吧。不，他是你的男人，未来的大周驸马。都说几回了，以后你不许再提，也千万别跟他提起，姐姐真的会生气的。唉，好吧。虾仁，其实老夫和陛下早已猜到，收养你的人是大周武圣，陛下只是没有点破。陛下只知道武圣还活着，但还不知道世祖的身世，就连世祖也是在成年之后才知道，其实自己是武圣独子，被过继给高祖，代替高祖夭折的独子。你爷爷和武圣2人与高祖情同手足，这江山大半是你家2位打下的，高祖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武圣曾经折剑为誓，忠于高祖，天子仍然姓段，这天下也只能属于段家，并且随着世祖日渐长大，武圣和兰陵侯发现他越来越像儿时的武圣。等世祖长大成人，此事瞒不过那些世家大臣，还可能影响到陈皇后的声誉，所以武圣选择假死，化名为暗，一直在幕后支持大周。难怪我师父没有告诉我世祖的身世。那他肯定也没有告诉你，其实他和你爷爷乃是前朝皇室后裔。当真？老夫当年看过你家从武朝时期留存下来的族谱，绝不会错。武圣所用的武器乃是一杆构造特殊的方天画戟，此戟最初之主正是武朝镇古烁今之武帝。丞相只管放心，今后的大周只会越来越强盛，谁都别想让陛下和公主受委屈。包括你。包括我。任何委屈，任何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兰陵侯可有想好招募标准？报名者必须能披3层重甲、执长戟、腰悬铁剑、持大型盾弩、50枚弩矢和强弩，加带3天军粮、半天内急，行军100里，方可录用。什么？兰陵侯知不知道自己定的可是春秋战国魏武族的选拔标准？又不是马上招募万人，先帮我把标准放出去，以后听我安排便是。是。他才发迹不到几个月，你弟居然允许他招募私兵，那就意味着你弟已经确定将来他不是大周帝君就是大周驸马。为什么他会发展的这么快？难道他才是天命所归？我建族又一次为别人做了嫁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明明是我先认识他的，就算不为小妹，我也要不择手段把他拖回建族圣地。哼，我公孙越绝对不会输给任何女人。闺房里的少女轻声呢喃，隐约开始黑化。陛下怎可空耗军费，任他胡作非为？让虾人掌握老弱残兵便是，若是掌握精锐，指不定哪天京城就变天了。那朕倒想问问你们，我大周不支持强军，难道还要把本该用在军费的钱粮拿去讨好北胡，充当岁币？这几10万两银子交好北胡，可保边境安稳，两国修好，以后若有战事，可以驱使他们。放肆！你们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不妨交给大周日报刊登一下，让大周军民好好了解了解。过去尔等掌控势力舆论，百姓也不懂朝堂之事，但今时不同往日，尔等一言一行只需要一份报纸传播，一日之间人尽皆知。当年北胡南下，致使我朝蒙羞，生灵涂炭，此仇不共戴天。我泱泱大周子民数千万，岂有奴颜婢膝之理？兰陵侯府满门忠烈，虾爱卿子承父志，征兵1万试训。那些新兵入籍，成为我大周将士，听朕调度有什么问题？尔等何故一而再再而三罔顾朕的决心，主张与北胡议和修好？难道真如虾爱卿所言，其实你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主子是谁？臣等只是一心为陛下和社稷考虑。论资历、能力、忠心，你们比丞相如何？自愧不如。既然丞相全力支持，尔等自称忠臣，便应该忠心事主，各司其职，莫再攻讦忠良。
否则朕不介意撤换一部分无能官员，若无人可用，朕也不介意从寒门选取德才兼备之士。此外，朕还准备挑选国内有志之士，他日与北湖一战，一雪前耻，告慰先皇。